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阿拉伯半岛是怎样的？作为当今世界3大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并逐渐分裂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与消亡又埋藏着怎样的故事？如果你也好奇这些问题，那么在这期制作耗时近3个月、文稿字数近5万字、时长超2个小时的阿拉伯帝国史中，你一定会找到答案。作为2洋3洲5海之地的中东，自古以来在人类历史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那些散发着耀眼光芒的遥远古文明，到如今一系列连绵不断、动荡且敏感的地区冲突，7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见证了太多人类文明的汇聚与冲突。而在中东漫长且跌宕的历史进程中，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影响显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作为如今世界3大教之一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还是作为中世纪文明的灯塔，亦或是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石油产区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巨大影响，这片看似贫瘠的沙漠之地，不仅是中东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东社会面貌与格局的塑造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岛，我们如今所述的阿拉伯半岛包含了巴林、阿曼、阿联酋、也门、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7个主要国家，以及约旦东部、伊拉克南部的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最早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0万多年以前。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内夫德沙漠，我们发现了距今约9万年前左右的智人手指骨化石。这项发现揭示了远古时期的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可能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可能拥有丰富的湖泊和草原，它们为早期智人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和迁徙环境。远古时期的阿拉伯半岛受地球轨道、季风、降雨等多种因素变化的影响，其气候状况似乎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如今阿拉伯半岛干燥的气候状况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个时期也是埃及开始进入沙漠气候，璀璨的尼罗河文明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时期。由于气候变得愈发干燥缺水，恶劣的环境下，阿拉伯半岛的绝大多数地区开始变得不再适宜人类定居，而后越来越多的人并开始向着四周扩散，有的人向北迁移，由此成为了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勒底人、腓尼基人等古老民族。而这些出走半岛之人之后虽都铸造了不同的文明，但他们都保留着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说着闪米特语族语言，因此阿拉伯半岛有着闪米特族之乡的说法。而除了离开半岛之人，留在半岛内的人则多走向了有着零星绿洲点缀的半岛西部的汉治，或是半岛南部受印度洋季风影响，雨水较为充沛，被称为阿拉伯福地的也门地区。那么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前，也就是在所谓的蒙昧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基本都是阿拉伯人。外界通常将这些有着不同生活习俗的阿拉伯人分为2类，即主要生活在南部的定居民和生活在北部和中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占当时绝大多数的贝都因人。骆驼是贝都因人赖以生存最重要的财富。这种既能骑乘载货，又可以充当食物和皮毛衣物的动物，大约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出现在了阿拉伯半岛。骆驼在这里有着远超其他牲畜的优越性，它因此很快就取代了先前阿拉伯半岛仅有的运输工具驴，并赢得了沙漠之舟的美誉，深受贝都因人喜爱。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适应沙漠环境的最好方式。通常来说，他们有着各自的部落水源和相对稳定的游牧范围。在雨季和旱季交替的过程中，他们总是沿着相对较为固定的路线追逐水草。以血缘为纽带，继而构建起一个个氏族部落的贝都因人，都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受限于沙漠生活、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连绵不绝的劫掠和血腥的部族厮杀，构成了蒙昧时代的重要历史内容。白苏斯战争是蒙昧时代最著名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5世纪左右，冲突双方是半岛东北部贝都因人巴克尔部落和塔格里布部落。根据传统部落宗谱，这2个部落有着共同祖先。
这场冲突的起因是因为塔格里布部落的首领射杀了一个名叫白苏斯的女人的骆驼，继而惹下了祸端。白苏斯战争前后持续了40年之久，直到公元525年，经莱赫米国王孟迪尔3世从中调解，战争才得以结束。虽然蒙昧时代部族间激烈的劫掠与仇杀被一些人视为了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陋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纷争或许本就不可避免。毕竟在恶劣的环境下争夺有限的生存物资，以确保自身的延续，是这个特定时期阿拉伯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这里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必要形式。而原始与野蛮虽是蒙昧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关键词，但文明的曙光也依旧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般点缀着这片神奇的土地。由于缺乏详细的书面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对蒙昧时代历史的了解其实比较有限。根据现有的本地资料，即主要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许多铭文和硬币，和一些外部资料，即来自于例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等其他文明的书面资料，以及后来由伊斯兰学者记录的口述传统所组成的资料显示，蒙昧时代的阿拉伯半岛也曾出现过许多重要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出现在半岛内首先步入文明社会的南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还是背靠红海和印度洋，能够从事东西方往来的贸易活动，能更直接地接受到来自外部文明的刺激。南方阿拉伯人相比中北部的阿拉伯人，显然更具构建文明雏形的物质基础。存在于公元前600年到前150年的米奈王国，或许是阿拉伯半岛出现的由阿拉伯人建立的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米奈王国定都于现今也门的盖尔诺，国王被称作马利克。在阿拉伯语中，马利克有着国王或统治者的意思。米奈王国依靠经由红海的极为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得到了巨大的财富。其国势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达到极盛，威名甚至远播爱琴海地区。公元前4世纪到前1世纪的诸多希腊文献中，均有提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这个国家。米奈王国的建立者即米奈人，在极为复杂，可能是后世的倭马亚王朝为划分不同政治派系而创造的阿拉伯传统谱系中，米奈人被归类为了已经灭绝的阿拉伯人。除了米奈人，古兰经中提到的曾居住在也门与阿曼之间的阿德人和塞莫德人，也属于已经灭绝的阿拉伯人。而在尚存的阿拉伯人中，根据传统谱系，他们又被分为了2种人，即被视为纯种的阿拉伯人盖哈丹人和被视为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阿德南人。其中盖哈丹人大多属于定居者，而阿德南人则往往处在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传承了26代的米奈王国，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被半岛南部的另外一个国家所征服了。这个国家名为示巴王国，在古兰经中，它也被称为塞伯裔。示巴王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成为了也门的统治者了，而极盛时期的示巴王国势力范围更是涵盖了非洲之角。示巴王国的建立者塞伯裔人属于盖哈丹人的一个分支，他们的语言和习俗深受米奈人影响。塞伯裔人和米奈人都是古代世界杰出的商人，他们被誉为南海腓尼基人。米奈塞伯裔人很早就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性变化，并利用其将来自东方的各种物产带到了地中海世界。而除了作为沟通印度洋沿岸与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桥梁，示巴王国的农业也非常发达。被视为古代世界工程奇迹之一的马里布大坝就是塞伯裔人修建的。这座始建于公元前650年的大型水利工程持续运作了超千年，其遗址至今尚存。在当时，它不仅扩大了塞伯裔人的耕作范围，还让他们的农作物产量出现了明显提高。在示巴王国之后，由塞伯裔人的分支西米耶尔人建立的国家成为了新的也门统治者。西米耶尔人同样继承了米奈塞伯裔人的商业传统，他们控制着途经红海和汉志的贸易通道，经营着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过境贸易。极盛时期的西米耶尔王国控制着近乎整个也门地区和现今阿曼的部分地区。
不过，从公元1世纪开始，面对先后来自罗马人和波斯人对其商业活动的排挤，贸易通道的逐渐转移，不仅让西米耶尔王国国势日颓，阿拉伯南部的繁荣也因此进入到了尾声。公元525年，西米耶尔王国曾经的商业竞争对手，来自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以保护基督徒为由攻入也门，西米耶尔王国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公元570年，借由被视为半岛南部定居社会和古代文明象征的马里布水坝，经多次修复后彻底坍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文明雏形崩溃了。随后，半岛南部的诸多部落相继离开家园，告别了定居生活，迁往了北方各地。也是在半岛南部诸国经历着兴盛衰亡的历史命运之时，阿拉伯半岛北部也同样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奈伯特人作为北方阿拉伯人的一支，曾是米奈塞伯一人的重要贸易伙伴，他们也参与进了广泛且成功的过境贸易活动，在广阔的阿拉伯半岛赢得了一席之地。公元前1世纪，强大的奈伯特王国控制着汉至北部和叙利亚南部的诸多地区。不过，同样是因为半岛南部贸易通道的转移以及帕尔米拉王国的兴起，奈伯特王国在进入公元1世纪以后迅速衰弱了。公元105年，罗马帝国吞并了奈伯特王国，其都城佩特拉亦从文献记载中销声匿迹。犹如一颗明珠般于茫茫叙利亚沙漠之中崛起的帕尔米拉，也是因先生的东西方贸易实力日渐壮大。帕尔米拉在公元初承认了罗马帝国的宗主权以后，曾一度以罗马之名统治着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半岛北部。公元262年，以罗马帝国皇帝加里恩努斯赐封帕尔米拉王国伍德奈斯为统治东方的父王为标志，帕尔米拉的国势达到了鼎盛。不过，可能也是因为日趋强盛的国势，帕尔米拉统治者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了。公元272年，借由伍德奈斯死后，其妻奇诺比亚自称东方皇后，起兵反抗罗马。随后，罗马击溃了帕尔米拉，将其都城夷为了平地，昙花一现的沙漠明珠就此被人遗忘。而也大约是在帕尔米拉王国消失的同时，作为南部阿拉伯人分支的加萨尼部落和莱赫米部落相继出现在了阿拉伯半岛北部和东北部的沙漠边缘，并在此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亦成为了罗马人与波斯人间的缓冲势力。加萨尼王国于公元前4世纪开始成为了拜占庭的附庸，亦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也因此被称为罗马阿拉伯人。加萨尼王国与诸多古阿拉伯国家一样，以商业著称，并因此不断壮大。公元580年，加萨尼王国击败了作为波斯人附庸的莱赫米王国。同年，强大的时任加萨尼国王孟迪尔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皇帝提比略2世的加冕，国势达到顶峰。不过，也是出于对加萨尼王国的忌惮，拜占庭人之后背信弃义，设谋囚禁了孟迪尔，致使双方反目成仇。公元613年，风雨飘摇的加萨尼王国遭到了萨珊王朝的反击，从此一蹶不振。而与加萨尼王国的结局相似，同样作为大国夹缝中的另外一个势力，波斯阿拉伯人莱赫米人也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公元602年，为削弱地方对中央的威胁，波斯皇帝霍斯劳2世以密谋谋反为由，处死了时任莱赫米国王努尔曼3世。随后，太一部落首领伊亚斯成为莱赫米王国新的统治者。公元614年，伊亚斯离开人世，莱赫米王国逐被波斯人彻底接管。而当滚滚的历史车轮进入到公元7世纪以后，命运多舛的阿拉伯人仿佛也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究竟是要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继续憋屈生存，还是要在两大帝国多年纷争后，双方渐显疲态的情况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究竟是要继续维持各氏族间旷日持久的厮杀，还是开辟出一条从未有过的大和解之路，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阿拉伯人在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继而彻底改变现有的一切秩序。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古代世界，无论是出于对解释自然现象、构建社会结构和道德框架等多方面的需要，宗教信仰对古代社会秩序的影响无处不在。
虽然穆斯林将伊斯兰教出现以前的古代阿拉伯社会称之为蒙昧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的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贫瘠的。恰恰相反，那个时期的阿拉伯人在宗教信仰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古代世界诸多地区出现的原始宗教一样，在那个科学知识匮乏的年代，人们往往根据自身经验和种种幻想，以试图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由此便催生出了一系列的原始多神崇拜。古代阿拉伯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也不例外，它也是一种多神崇拜。这个时期的原始崇拜大体上有4种主要形式，即大自然崇拜、天体崇拜、动植物崇拜和偶像崇拜。在大自然崇拜中，阿拉伯人尤其崇拜水神。干燥缺水的阿拉伯半岛，水的珍贵性不言而喻。而在阿拉伯人心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圣城麦加，其发展过程中更是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早前的麦加一直苦于无水，直到作为麦加主要水源圣泉的发现，这座城市的发展才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篇章。相传圣泉是约在2000年前由易卜拉欣显现给其妻夏甲的。当时夏甲正在绝望地为自己的儿子即伊斯玛仪苦苦追寻着水源。烈日之下，夏甲在萨法和马尔瓦两山之间来回奔走了7次，最终在今日科尔白东边20米处挖出了这口井水。后世的穆斯林为了纪念夏甲，同时鼓励信徒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要有坚持和耐心。在朝拜仪式中，他们形成了在朝觐和复朝之间往返7次的习俗。除了水，岩石也被阿拉伯人视为一种神物，他们认为神就居住在岩石当中，这才赋予了石头在生活中的多种用途。阿拉伯人将神灵的居所称为别济尔，崇拜别济尔的人会定期排成队，围绕着别济尔旋行，同时抚摸它，以祈求从中获得力量。别济尔有固定的地方，也有随部落流动的。在后一种情况，别济尔通常会被放在驼背上，并用滑布覆盖。在汉志地区，人们崇拜的3个女神当中，有2个都是以石头为象征的，它们分别是方石象征拉特和黑石象征马纳特。麦加科尔白墙上的黑石被认为是整个阿拉伯半岛最神圣的别济尔。根据传统说法，这块现今已经破碎的黑色陨石是在阿当和哈娃时代从天而坠的。在最初，它是一块洁白的石头，它因为人们的罪恶才逐渐变黑。而作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科尔白，它自古以来就被阿拉伯人视为了神灵所在。根据阿拉伯传说，科尔白是由第一个人类阿当顺天意修建的，而在科尔白被洪水冲毁以后，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父子又将其重建。相较于大自然崇拜的普遍性，阿拉伯人的天体崇拜受半岛地域差异影响，不同地域对天体崇拜则显示出了比较大的差异。比如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民，因为农作物的生长依赖于阳光，所以他们崇拜太阳神；而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太阳炙烤着大地，摧残一切动植物的生命，他们则觉得太阳神太过残酷，因此他们更加崇拜能给大地带来清凉的月神。星星也是阿拉伯人崇拜的对象之一。变化莫测的星星在阿拉伯人看来尤为神奇，他们不仅将星星的变化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各种占星术，同时鉴于星星能够指引方向，他们又被阿拉伯人视为了商业贸易的保护神。在动植物崇拜中，名为乌扎，位于麦加与塔伊夫之间加卜山洞前的3棵阿拉伯蕉树是最为出名的。据传，人们为了感谢乌扎女神对人间的馈赠，甚至还会举行人祭仪式。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前，阿拉伯半岛颇为流行的3位女神，即乌扎和上述提到的另外2位女神，方石象征拉特和黑石象征马纳特，皆被认为是造物主安拉的女儿。安拉作为神灵的概念出现得非常早，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阿拉伯南部的诸多铭文中，比如米奈塞伯一人的铭文中就有提及安拉的字样。公元6世纪的叙利亚基督徒更是将安拉作为上帝的名称。而到了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安拉则取代了半岛内的诸多神灵，成为了半岛居民最为普遍的崇拜偶像。虽然早期阿拉伯半岛的原始崇拜非常盛行，但信奉一神的外来宗教也曾对这片土地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分别于公元1世纪和公元4世纪传入到阿拉伯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位于也门一带的西米耶尔王国，就曾接受了为躲避罗马人迫害南迁的犹太人带来的犹太教。西米耶尔王国还曾一度把犹太教奉为国教，排斥基督教。
不过，随着遭受到来自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国家阿克苏姆王国的毁灭性打击，犹太教在西米耶尔王国毁灭以后，它在也门地区就逐渐衰落了。而犹太教在阿拉伯半岛有幸的发展，除了西米耶尔王国的消亡以外，犹太人群居的生活方式和隔绝排外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汉至北部地区，这里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移民，他们甚至还在当地成为了一个重要势力，但碍于上述等的原因，汉至地区皈依犹太教者寥寥无几。相较于犹太教，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就更加有限了。基督教在这里的传播主要受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埃塞俄比亚人在也门的统治影响有关。不过，由于基督徒都没能在阿拉伯半岛组织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宗教社团，基督教对阿拉伯传统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犹太教和基督教虽都没能彻底地改变阿拉伯半岛的传统社会面貌，但一神论信仰给予阿拉伯人在律法、道德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启发，显然也已经给一个能够更加适应当地状况的新宗教的出现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哈尼夫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真诚者。在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通常将不再满足于传统多神崇拜，但又不愿接受外来宗教，主张恢复和遵循易卜拉欣时代信仰，并且采取苦修，以寻求拯救灵魂之路的这些人，称之为哈尼夫。而哈尼夫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宗教学说和信仰纲领，但他们倡导放弃原始崇拜，强调一神信仰的思想倾向，无疑是阿拉伯社会宗教变革来临前的一个征兆。而当阿拉伯人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准备，新旧交替的历史大转折期，阿拉伯半岛社会内部，无论是氏族与氏族间，还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这些错综复杂且尖锐的社会矛盾，显然也都在为一场变革的爆发，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出现积蓄着能量。作为阿拉伯人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中心的麦加，聚焦着半岛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亦是当时整个阿拉伯社会状况的缩影。属于阿德南人后裔的古莱什部落，原本是汉至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古莱什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聚敛财富，这个部落以从事商业活动而著称。公元5世纪中叶，古莱什部落在其首领库塞伊伊本基拉布的带领下，击败了原先盘踞在此的其他部落，成功占据了麦加，成为了克尔白的守护者。而说来也巧，也是在古莱什部落入主麦加以后，阿拉伯半岛周围的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进入6世纪以后，随着拜占庭帝国与萨珊王朝的频繁交战，波斯湾沿岸与地中海世界国际商路的中断，以及拜占庭在埃及影响力的急剧衰落，他们对红海航线控制力的减弱，周边区域政治形势的接连变化，无疑给到了曾一度衰弱、途经汉至的古代商路再次复兴的机会。麦加作为一个北通叙利亚、南通也门、向东可至幼发拉底河下游、左靠红海的交通枢纽，在这场贸易复兴中获益良多。至于主宰麦加的古莱什部落，那更是借此良机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也是因贸易活动的广泛发展，剩余财富的急剧增加，也摧毁了氏族部落原始的公有制财产关系，私有观念的不断滋生，贫富分化的加剧，氏族部落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古莱什部落也因内部血缘联系的日渐松弛，不同利益群体开始出现连血缘纽带都无法沟通的障碍，逐渐出现了分化。当时间来到6世纪中叶以后，古莱什分化出了多达10几个家族，这其中以沃玛亚家族最为富有和最具权势。而至于曾对麦加贸易的兴起有着巨大贡献的哈希姆家族，则日渐式微。不过，哈希姆家族虽已没落，但历史赋予这个家族的使命却还未结束。公元570年，哈希姆家族降下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婴名为穆罕默德，意为受到称赞的人。穆罕默德出生这一年，刚好也是埃塞俄比亚人编办麦加之年。由于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中有大象，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象年。穆罕默德早年的经历相当凄惨，他的双亲在其童年相继离去。他年迈且善良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在抚养了穆罕默德2年以后，也因病离世了。而后，穆罕默德由他叔叔埃布塔里布抚养，直至成人。穆罕默德25岁那年，他与麦加城富双赫蒂彻结为了夫妻，两人育有6名子女。但不幸的是，除了小女儿法蒂玛，其他子女都携穆罕默德而去了。
虽然早在伊斯兰教创建以前，穆罕默德在麦加城就已经享有很高声望了，但真正且彻底的改变了穆罕默德人生轨迹的事件，还要说起公元610年某天的一个神奇夜晚。麦加以北约10公里处，一座名为希拉的山，其山腰处有个狭窄洞穴。穆罕默德在40岁前的若干年，经常到这个山洞中静思参悟。在古兰经中被称为盖德尔夜晚，意为高贵的夜晚。据传穆罕默德第一次接受到了真主的启示，成为了先知。随后，将麦加的主神安拉奉为唯一神的穆罕默德，以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为真主安拉意志的体现，用安拉降世启示的方式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而阿拉伯半岛历史的巨变也将由此开启。从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得到启示，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离世，穆斯林在阿拉伯半岛确立起了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在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里的快速发展，影响力的急速壮大，着实令人惊叹。而伊斯兰教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显然与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对阿拉伯传统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的思考离不开关系。在穆罕默德于麦加传教期间形成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即信安拉、信末日、信天使、信先知、信经典这5大基本信条，是穆罕默德为当时矛盾尖锐的阿拉伯传统社会开具的一份良方，更体现了先知的超凡智慧和远见。信安拉作为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公元610年到公元622年期间，穆罕默德首先就是以安拉的名义在麦加开始了传播启示。安拉作为前伊斯兰时代的诸神之首，早已经广为阿拉伯人所了解和接受，所以穆罕默德在传教之初并没有耗费过多精力去解释造物主安拉的存在。而对安拉独一性的推崇，对共同信仰框架的构建，无疑为当时多神教盛行、部落氏族繁杂的阿拉伯传统社会在精神思想上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可能。根据文献资料显示，穆罕默德倡导安拉的宗教思想在最初并没有遭到人们的抵制，直到启示中开始提及崇拜偶像而不是崇拜安拉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一些人才开始抵制穆罕默德。相较于信安拉，作为对规范穆斯林行为道德准则有着重要意义的信末日，给阿拉伯传统社会带来的冲击，显然要比前者猛烈得多。古兰经麦加篇中提到，现世世界毁灭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而随着世界的毁灭，永生的彼岸世界也将开启。届时，所有人都将复活并接受末日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兰经中关于末日的说法，看起来和基督教和犹太教中提及的末日颇为相似。事实上，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先知穆罕默德除了强调新宗教的传统性，他也不否认新的信仰与基督教和犹太教存有一定的源流关系。所以你会发现，除了灵魂复活和末日审判的说法以外，古兰经中的许多章节与圣经中的相关内容颇为接近。前者提及的一些人物，也大多是后者中的重要人物，比如易卜拉欣、阿丹与哈娃的故事等等。而灵魂复活和末日审判的说法虽算不上新鲜，但在灵魂不朽和彼岸世界等宗教意识尚未形成的阿拉伯半岛，这种观念却是不可思议，甚至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作为传统宗教中心的麦加，信末日的宗教思想在当时遭到了许多古来时人的抵制。不过，由于信末日涉及了众生平等和善恶有报的概念，这对处在矛盾尖锐的阿拉伯传统社会中的底层的阿拉伯人而言，却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信末日所承诺的公正未来，对这些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慰藉。所以在伊斯兰教传播之初，大多数皈依者都是境况贫寒之人。而且还有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从皈依的氏族群体去看，皈依者除了有来自社会处境每况日下，也就是穆罕默德所处的家族哈希姆氏族和其母阿米娜所在的祖赫拉氏族等中小氏族以外，还有相当数量来自于麦加的名门望族，比如麦赫朱姆氏族、舍姆斯氏族等等。事实上，来自这2个氏族皈依者的人数在当时还远超前2者，而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当时的阿拉伯社会矛盾已经出现了一种更为立体的发展，贫富差距的加剧，氏族内部的对立冲突正在前所未有的激化着。信末日对个人清算和裁决的强调，对原先氏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对应的义务和责任的进一步削弱，正在让古老的氏族制度进一步走向崩溃。
除了独尊安拉和末日审判这2项核心内容以外，作为构建伊斯兰信仰体系重要内容的信天使、信先知和信经典，显然也在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古兰经的说法，安拉在创造人类以前就创造了天使世界，掌管世间万物的天使同人类一样，皆是安拉的创造物。安拉曾要求天使向人类始祖阿当磕头，这说明先知的地位是要高于天使的。自人类出现以来，有过25位先知，包括阿丹、易卜拉欣、伊斯玛仪、穆萨、尔萨等人。而在这些有着血肉之躯的先知当中，以穆罕默德最为重要，他肩负着教化全人类的神圣使命，被称为封印的先知。在先知当中，一些人持有着造物主降世于他的启示，这份启示便是经典。作为造物主的语言，经典具有神圣意义。古兰经中曾提及4部经典，它们分别是穆萨的陶拉特、达乌德的载布勒、尔萨的英之勒以及穆罕默德的古兰经。信天使加强了信徒们与造物主的联系，他同时也提醒着信徒，这个世界还存有他们仍未知晓的诸多事物，所以还要相信和接受无所不知的先知的指引。而通过信先知，先知的独特身份和领导地位得到了强化，再加上作为伊斯兰文化载体的经典，被穆斯林们视为真主指南的古兰经，为他们生活提供的全方面指南。总之，当严密且逻辑自洽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开始出现，这也意味着伊斯兰教已经做好了向阿拉伯传统秩序发起冲击的充分准备了。公元612年，在经历了3年的秘密传播启示以后，穆罕默德于这一年开始公开传教。公元615年，皈依伊斯兰教者超100人，而也是在此过程中，作为半岛内传统势力象征的富商权贵，面对伊斯兰教可能对传统社会秩序产生的颠覆，无法接受这种发展趋势的既得利益者们纷纷开始抵制伊斯兰教，迫害穆斯林。在握有权势麦加贵族的抵制下，伊斯兰教遭受到了巨大打击。面对艰难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公元615年到公元617年，穆罕默德让一批穆斯林迁往了埃塞俄比亚。这些穆斯林之后得到了埃塞俄比亚人的庇护。公元618年，留在麦加继续传教的穆罕默德等到了伊斯兰教发展的重大转折。这一年，曾经强烈反对伊斯兰教的麦加显贵奥马尔，在其家人的影响下皈依了伊斯兰教，由此使得穆斯林公开传教的信心大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穆罕默德接受了奥马尔的建议，开始公开在科尔白做礼拜。公元619年，伊斯兰教的发展再次受挫。藉由曾全力支持穆罕默德，同时也是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他的叔叔埃布塔里布离世以后，继任族长拒绝庇护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麦加的处境再次变得艰难了起来。面对严重的威胁，穆罕默德和其追随者决定离开麦加，寻找一个新的居留地。而说来也巧，位于麦加以北450千米处，一个苦于内部常年纷争、名为叶斯里卜的地方，此时也正急需一位调停人来调解内部矛盾。公元621年，来自叶斯里卜的12个代表拜访了穆罕默德，希望他能前往叶斯里卜传播伊斯兰教，以调停在血族仇杀原则下叶斯里卜漫长且无法停止的残酷厮杀。次年，在叶斯里卜的正式邀请下，穆罕默德在阿布伯克尔的陪同下离开了麦加。在前往叶斯里卜的过程中，两人在叶斯里卜城外的库巴村停留了数日，并在此建立起了伊斯兰历史上最古老的清真寺——库巴清真寺。库巴清真寺建成以后，穆罕默德正式进入叶斯里卜，并受到了当地阿拉伯人的热烈欢迎。也是从这时起，叶斯里卜被改名为了麦地那纳比，阿拉伯语中意为先知的城市，简称麦地那。而侵袭麦地那的这起事件，便是伊斯兰历史上著名的袭制，亦称西吉拉。鉴于袭制对伊斯兰教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公元639年，伊斯兰国家的第2任哈里发奥马尔颁布法令，将公元622年这一年定为了伊斯兰教的元年。那么在来到了麦地那以后，为了制止这里无尽的仇杀，缔造和平，穆罕默德与当地居民订定了一系列的协议，史称麦地那宪章。根据宪章，麦地那将成立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名为安拉的温麦，意为安拉的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将沿袭阿拉伯人的诸多传统，无论是来自麦加的亲士，还是麦地那的穆斯林，均将以氏族为单位加入温麦。
加入温脉的各个氏族严格禁止漫无原则的仇杀行为，内部各种纠纷必须经由穆罕默德裁决。麦地那宪章的出现，标志着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拥有了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的权威。他所行使的仲裁权力，也表明了穆斯林的公共权力已经实现了从宗教生活向世俗领域的延伸。而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温脉，他所兼具的行政和军事职能，他对狭隘的血缘群体界限的初步打破，无疑也象征着一个有共同信仰构建、连接了不同血缘群体、渐趋聚合的伊斯兰国家的雏形，正在借助温脉的形式在阿拉伯半岛出现。公元624年至公元628年，在麦地那站稳了脚跟的穆罕默德，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对麦加发动了多次战役，由此巩固了麦地那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通过外交、军事等各种途径，与周边的各个势力建立起了和平的外交关系。公元629年，历史性的一年，穆罕默德利用禁月禁止一切争斗的传统，以朝觐之名，率领1000多名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震撼的朝觐场面给当时的麦加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致使了不少麦加人从此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领1万大军讨伐麦加，麦加不战而降。征服麦加以后，穆罕默德与麦加贵族达成了和解。随后，伊斯兰教与古老的阿拉伯传统出现了巧妙的结合。科尔白成为了伊斯兰教清真寺，科尔白墙上的黑石更成为了全体穆斯林朝拜的对象，而麦加也因此维持住了宗教圣地的地位。随着穆罕默德威望的不断提高，穆斯林势力的不断壮大，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也开始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公元631年，阿拉伯半岛各地代表团纷纷来到麦地那，表示愿意皈依伊斯兰教。至此，整个阿拉伯半岛皆置于了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归真，而在他的身后，一个团结统一且善战的国家，现在准备去征服全世界。从穆罕默德离世的公元632年到萨珊王朝被彻底征服的公元651年，20年不到的时间，高呼吉哈德出走半岛的阿拉伯人所实现的惊人军事扩张，着实令人惊叹。不过，在实现这一伟大成就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其实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经历了数次考验。在穆罕默德离开以后，他虽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斗志的阿拉伯国家，但鉴于先知去世之时没有留下男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和留下如何推选继承人的遗嘱，就围绕在先知归真以后，何人可以接替他的众多职务，成为他的继承人，领导阿拉伯人再创伟业，很快就成为了阻碍阿拉伯人继续前进的一个新的难题。当时就围绕继承权的各种明争暗斗，主要有3个派别，他们分别是以古来时的哈希姆家族为主的亲氏派，以麦地那的贵族集团为主的辅氏派，和以坚持君权神授、反对选举的合法派。亲氏派以他们是穆罕默德的同族，并且是最先承认和维护穆罕默德之使命，最早皈依伊斯兰教，一路追随穆罕默德，是其最亲密的伙伴为由，认为他们最有资格成为继承人。辅氏派则以在穆罕默德多年的传道中保护并辅佐了穆罕默德，为其提供了避难之所，继而使得伊斯兰教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为由，认为哈里发的人选应当从他们之中选出。而不同于亲氏派与辅氏派对当时阿拉伯社会流行的部落继承法的部分采用，合法派认为哈里发这一神圣职位不可能根据穆斯林社区的选民们一时兴起的意志来决定，必须指派特定的人物来做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因此他们竭力选定穆罕默德的堂弟，同时也是他的女婿，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之一阿里为合法继承人。除了各执一词的3派以外，作为麦加的绝对领导者，以古莱什部落的倭玛亚贵族集团为主的倭玛亚派，其实也觊觎着哈里发之位。不过，鉴于他们曾长期与穆罕默德为敌，皈依伊斯兰教后，一时间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并没有在穆罕默德离世以后立即提出对继承权的要求，但在经济与政治上保留着的巨大影响力，倭玛亚派在未来的继承权之争中仍将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推选哈里发的过程非常戏剧性，由于在穆罕默德归真以后，其家属包括阿里本人都在忙于丧事，因此并没有来得及参加为推选哈里发而召开的赛基法会议。而在争论激烈的赛基法会议中，亲氏派的阿布伯克尔最后以古兰经中的相关经文成功说服了众人，由此成为了伊斯兰历史上的第1任哈里发。
虽然阿里等人对该结果很是不悦，但碍于改变选举结果已无可能，前者最后还是承认了后者的哈里发地位。而围绕继承人的纷争，最后虽然是以亲事派获胜而暂时结束了，但在此过程中，穆斯林内部各方基于自身利益的相互倾轧，无疑也预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那就是有关伊斯兰内部的纷争似乎才刚刚开始。温脉权力的顺利过渡，掀开了伊斯兰历史的一个新篇章。它宣告了伊斯兰世界开始进入到了神权共和时期，也称四大哈里发时期。作为穆罕默德的挚友和忠实追随者，阿布伯克尔能够担任第一任哈里发，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众望所归。事实上，无论是在公元631年，阿布伯克尔接受穆罕默德指派，率领第一批穆斯林赴麦加朝见，还是在穆罕默德病重时，领导信众礼拜并主持穆斯林集会，很多人早就把阿布伯克尔视为了先知的继承人，广受信任。平定因穆罕默德离世以后，阿拉伯半岛各地兴起的叛乱，是阿布伯克尔上任哈里发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在当时，不习惯受约束的阿拉伯诸多氏族部落，以穆罕默德离世与其缔结的政治协定无效为由，纷纷断绝了与麦地那的条约关系。他们要么自称先知，假借安拉之名宣布各种启示与麦地那分庭抗礼，要么聚焦天课和税收。总之，阿拉伯半岛一时间叛乱四起，半岛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遭到了严重的威胁。面对此种情形，阿布伯克尔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他一方面与摇摆不定的部落重新谈判，另一方面对叛乱的部落进行了讨伐。从公元632年年底开始，阿布伯克尔将几乎所有哈里发国家的战士都交由哈利德·瓦利德率领以后，阿拉伯人兵分多路，在1年不到的时间里横扫整个半岛。在这一系列被称为里达战争的平叛行动中，获得了所有的胜利。截止公元633年秋天，里达风波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得到了平息。而在成功征服了自己人以后，面对为争夺中东霸权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战争、国势日退的拜占庭和萨珊波斯，阿拉伯人又马不停蹄地迈出了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公元633年，阿拉伯人首先向日薄西山的萨珊波斯发起了攻击，并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萨珊王朝边境重镇希拉城。而在获得了半岛外的第一个地盘以后，在巨大战利品的刺激下，阿拉伯人很快又把目光转向了更加附属、更具战略意义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同年，4支声势浩大的远征军出现在了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行省，给到了刚刚打败了波斯人、欢呼雀跃的拜占庭人出其不意的一击。虽然依仗地理上的优势，阿拉伯军队最初的进攻受到了阻碍，但随着援军的到来，局势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公元634年7月，在安拉之剑哈利德的统领下，阿拉伯军队以巨大的代价，于现今以色列贝特古夫林附近的阿基奈迪恩战役击败了拜占庭军队，成功占领了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不过，胜利的喜讯传到麦地那没多久，阿布伯克尔便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奥马尔被其指定为了继承人。相较于一直都非常忠诚的上一任哈里发，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在最初对穆罕默德是持反对态度的。根据早期传说，奥马尔甚至还有过刺杀穆罕默德的企图。不过，随着奥马尔皈依伊斯兰教后，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并且以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能力深受穆斯林的拥护。奥马尔继任哈里发之时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的他积极推动伊斯兰远征计划，东征西讨，这使得哈里发国家的版图于他在位时期得到了急速的扩张。公元635年，历史名城大马士革被占领。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极具历史意义的雅木克战役中击溃了拜占庭人，使后者从此彻底失去了对叙利亚的控制。公元638年，耶路撒冷投降，至此整个叙利亚皆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而对叙利亚地区的占领，不仅提高了穆斯林在国际上的威信，它更成为了此刻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的穆斯林们进一步征战四方的战略基地。事实上，也是从这时起，阿拉伯帝国的统治重心开始逐渐由半岛向外发生转移了。在打通了通往亚非两地的重要通道以后，阿拉伯人觊觎已久、素有拜占庭粮仓之称的埃及，很快就成为了他们下一个征战的目标。从公元639年开始，穆斯林有计划地对埃及发起了进攻。公元640年1月，埃及东部重镇法尔马被夷为平地，紧接着比勒贝斯城等城市也相继沦陷。
公元641年4月，受困于巴比伦堡的埃及总督居鲁士宣布投降。同年11月，眼看在埃及的大势已去，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签订亚历山大条约，同意向穆斯林缴纳人头税和谷物税，并且以拜占庭军队不再重返埃及为条件，换取到了埃及人可以保留基督教和自治的权利。公元642年9月，拜占庭军队撤离亚历山大，阿拉伯人就这样得到了富饶的埃及。也是在拜占庭接连受挫之际，东面的萨珊波斯也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沉重打击，岌岌可危。公元636年11月，阿拉伯人利用对自己极为有利的天气，于希拉城附近的卡迪西亚战役大败波斯军队，哈里发国家的统治由此开始向伊拉克地区延伸。且为了彻底杜绝波斯人收复失地的可能，势头正劲的阿拉伯军队又紧接着对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芬发起了攻势。公元637年6月，泰西芬沦陷，波斯皇帝伊四奇三世弃城而逃。公元642年，阿拉伯军队与波斯军队在哈马丹附近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纳哈万德战役。此役，阿拉伯人以少胜多，彻底瓦解了萨珊波斯最后成体系的军事力量，而无法再次组织有效的抵抗，也意味着萨珊王朝的政权已经事实上终结了。公元651年，以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四奇三世在目录遇刺为标志，国祚400余年，被视为波斯文明之巅峰的国家，终于被阿拉伯人彻底征服了。此后，波斯地区将开启持续数百年的伊斯兰化进程，而前者丰厚且惊人的历史文化底蕴，未来也将与后者出现巧妙的融合，并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的过程中，哈里发奥马尔的文韬武略显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可惜的是，他本人却没能见证这一历史事件，因为早在公元644年，奥马尔于麦地那清真寺举行成礼之时，遭到一名波斯奴隶刺杀，不幸身亡了。据传这场谋杀可能涉及到一场政治阴谋。而奥马尔担任哈里发的辉煌10年，除了成功的军事扩张以外，其在内政上的成就也尤为值得一提。比如在完善伊斯兰教法方面，奥马尔允许在面对新的教律问题时，若无古兰经和圣训可循，可魁秦夺理，根据他自己或是教律学家的意见做出决定。这有效地防止了穆斯林社会在司法上的混乱，进一步地维护了新政权的秩序。在行政问题上，为有效地管理急速扩大的领土，奥马尔在征服一个地区以后，允许保留原有的行政机构，只重点打击当地原有的利益集团。这不仅解决了征服地区不断扩大、国家职员严重不足的问题，还有效地抵消了被征服地区的对抗情绪。而包含上述等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奥马尔根据现实发展而及时做出的改变与调整，对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和扩散做出的巨大贡献。奥马尔也因此被誉为伊斯兰教的第2创立者。而奥马尔虽然在年富力强、身为大政之际，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缔造的已经初具雏形的阿拉伯帝国却不打算就此止步。4大哈里发时期缔造了伊斯兰文明的第一个辉煌时期，无论是从领土的急速扩张，还是伊斯兰政权和国家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巩固，4大哈里发时期显然都为未来更加庞大和昌盛的伊斯兰帝国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过，纵使4大哈里发时期是如此的闪耀，它也依旧没能避免人类历史发展的铁律及社会矛盾的不断演化，迎来了自己的终结。事实上，除了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以外，皆死于非命的后续3位哈里发们的悲惨结局，穆斯林内部各种矛盾和对立的日益激化，映射的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相对简单的神权共和制必须要让位于更加复杂和强势的封建君主专制，才能适应在伊斯兰国家快速扩张的状况下，来自内外部各种挑战的需求。作为在奥马尔之后的哈里发继任者，奥斯曼并不是由奥马尔指定的，在当时，他是一个由麦地那6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包括阿里、奥斯曼等人组成的一个名为舒拉，意味协商的选举委员会推选而出的。而奥斯曼之所以可以当选，除了他是穆罕默德女婿，年长，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非常虔诚以外，贵族富商出身，拥有强大的财力，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早期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奥斯曼也曾以巨额的财力对其进行了支持。比如在麦地那，奥斯曼曾高价买下水井，解决了穆斯林用水的问题；而在穆斯林征战四方之时，奥斯曼更是花重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战争物资。
出生于倭马亚家族，奥斯曼出任哈里发，代表着传统麦加统治势力的回归。奥斯曼当政时期，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做的最值得称道的贡献，就是规定了《古兰经》的标准本。早在阿布伯克尔在任之时，其先知的逝世以及那些能够熟记《古兰经》的弟子在征战中大量死去，面临经文可能遗失的风险。在奥马尔的建议下，阿布伯克尔下令将《古兰经》收集成册，以作保存，并任命了穆罕默德曾经的私人抄写员扎伊德·伊本·塔比特作为《古兰经》文本的首席记录者。通过从各种书面或是口头来源，扎伊德在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份《古兰经》的手抄本，并在阿布伯克尔离世以后，转交到了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手中。而在奥马尔离世以后，他又被转交给了他的女儿，同时也是穆罕默德的遗孀哈弗赛。也是在此过程中，其他人也汇编了《古兰经》，但是在内容上与扎伊德所汇编的存有差异。这种差异显然不容忽视，因为在阿拉伯人进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就曾因为《古兰经》读法的不同发生了争执。此等情形之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保持经文的圣洁，奥斯曼下令将哈弗赛的《古兰经》定为标准本，并以此为基础编制7个副本。随后，这7个副本分别送往麦地那、麦加、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也门和巴林，而其他《古兰经》抄本则被下令烧毁。奥斯曼修订的《古兰经》一直流传至今，只字未改。除了修订《古兰经》，奥斯曼当政时期还对前任哈里发积极对外扩张的方针进行了引用，并在军事行动上获得了不俗的成功。尤其是这个时期的阿拉伯海军发展的更是尤为迅速。公元649年，奥斯曼堂弟，同时也是叙利亚的总督穆阿维叶率领阿拉伯人获得了在海上的第一次胜利，成功夺取了拜占庭的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次年，穆阿维叶又征服了靠近叙利亚海岸的阿尔瓦德岛。公元655年，阿拉伯海军与拜占庭海军爆发了一场名为船围之战的大型海战。此役，阿拉伯人以少胜多，重创了拜占庭海军。虽然阿拉伯人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进逼君士坦丁堡，但在被欧洲人视为内海的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地中海海军力量平衡出现的倾斜，无疑也为穆斯林之后在北非海岸线无可阻挡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而相较于值得肯定的对外征服活动，年迈体弱、精力不足的奥斯曼，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屡屡把自己的亲属安插在重要职位上，任人唯亲，甚至是试图谋取私利的行为，则广为人所诟病。而这不仅为其之后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更造成了穆斯林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对伊斯兰历史之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姆鲁本·阿斯曾在伊斯兰早期的扩张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还是埃及，阿姆鲁的身影总是频频出现在战场前线。也是因其卓越的才能，阿姆鲁曾先后被任命为巴勒斯坦总督和埃及总督。而在奥斯曼执政时期，作为埃及的地方长官，全面并且相对独立掌控着埃及，颇具权势的阿姆鲁引发了奥斯曼的担忧。公元645年，奥斯曼剥夺了阿姆鲁在埃及的管辖权，任命了自己的弟弟阿波杜拉·伊本·塞尔德出任埃及总督，把阿姆鲁召回了麦地那。而对颇受欢迎的阿姆鲁的罢免，不仅引发了军队的不满，阿卜杜拉对埃及财政的控制，将这里的财富开始向首都转移，更引发了埃及当地居民的不满。于是，埃及发生了暴乱。在此起彼伏的抗议中，公元655年，以阿布伯克尔之子穆罕默德本阿比伯克尔为领导，反对者们将阿卜杜拉赶出了埃及，接管了埃及的行政管理权。反对奥斯曼的声音不仅出现在埃及，在库法、巴士拉也相继爆发了。针对奥斯曼任人唯亲、过分干涉当地事务、在宗教上搞裙带关系、转移财富等的抗议和叛乱，他们要求奥斯曼退位，另立哈里发。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奥斯曼最终在公元656年于麦地那的家中被来自伊拉克和埃及的抗议者所刺杀。被刺之时，奥斯曼正在阅读《古兰经》。奥斯曼之死是伊斯兰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不仅造成穆斯林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尤其是尊四大哈里发皆为正统哈里发的逊尼派与只尊阿里及其后裔为合法继承人的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开始进一步加深了。它更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伊斯兰内战的爆发。奥斯曼死后，3次落选哈里发的阿里被推选为了第4任哈里发。
而这位以勇猛著称、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哈里发，在继任后虽然得到了多数穆斯林的拥护，但反对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这些反对者包括早期一些的穆斯林，比如穆罕默德的伙伴泰勒海、圣妻阿伊莎等人。而在这些反对者当中，当属叙利亚总督奥斯曼的堂弟穆阿维叶最具威胁。在叙利亚，穆阿维叶不仅势力庞大，还维持着一支战力不俗的军队。反对阿里的斗争是以为奥斯曼复仇的名义而展开的，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为争夺哈里发之位的权力斗争。阿里的反对者们以阿里宽恕奥斯曼的行刺者为由，指责阿里是谋害奥斯曼的幕后黑手，不承认阿里的哈里发之位。不断激化的对立之下，阿里与反对者们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公元656年12月，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场内战——骆驼之战在巴士拉打响。此役，阿里获得了胜利，反对派的泰勒海等重要领导人战死，圣妻阿伊莎被俘。而在骆驼之战结束后，穆阿维叶紧接着又向阿里发起了新的挑战。公元657年5月，阿里与穆阿维叶在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绥芬平原爆发战争。此役在最初双方相持不下，但随着阿里方开始逐渐取得优势，为了避免失败，穆阿维叶一方狡猾地提出了通过仲裁以结束战争。随后，绥芬之战便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而在之后展开的谈判，对阿里而言显然是灾难性的。谈判将哈里发阿里与地方总督置于了同一地位，并相提升了穆阿维叶的地位，降低了阿里的地位。此外，谈判还严重分化了阿里集团的势力。主战派谴责阿里不该把哈里发的问题交付仲裁，仲裁权应当属于真主。不满的主战派之后脱离了阿里集团，另行组织了起来，并之后发展成为了伊斯兰教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派别，即哈瓦利吉派，意为分离派。哈瓦利吉派的成员多是一些在斗争中持不妥协态度的下层人物，他们是穆斯林平等思想的捍卫者和氏族贵族的反对者，他们提倡原始的民主和平等。阿里曾试图挽留哈瓦利吉派的成员，但没能成功。哈瓦利吉派之后也推选出了自己的哈里发，并与阿里和穆阿维叶形成了对立。公元658年，穆阿维叶自立哈里发，代表着绥芬之战后的那场不公正仲裁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结果。也是在同年，哈瓦利吉派发生暴动。在得知哈瓦利吉派对平民的暴行以后，阿里出兵讨伐哈瓦利吉派，并在纳哈拉万战役中击败了前者。而在败于阿里以后，哈瓦利吉派的成员变得开始更加痛恨阿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后分散到了伊拉克和波斯等地，传播他们学说，并以各种名义重新武装了起来。未来，哈瓦利吉派将成为反对哈里发国家专制统治一系列动荡的根源。公元661年1月，阿里在库法清真寺做礼拜的过程中，遭到哈瓦利吉派狂热分子的刺杀，不幸身亡。同年，在得知阿里的死讯以后，穆阿维叶迫使被伊拉克人拥戴为第5任哈里发阿里的儿子哈桑让出了哈里发的权利。至此，在先知归真后30年不到，虔诚者们的统治4大哈里发时代宣告结束。而在成为新任哈里发以后，穆阿维叶依仗自身强大的权势，一改哈里发国家的民主选举传统，将哈里发国家转为了一个世袭君主国，倭马亚王朝由此创立。而作为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倭马亚王朝现在将翻开伊斯兰历史的一个全新篇章。从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松散部落联盟转变为一个世袭的中央集权国家，倭马亚王朝的建立掀开了伊斯兰历史的一个全新篇章。而作为王朝的建立者穆阿维叶，他虽如愿以偿地夺得了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之位，获得了对整个帝国的统治权，但就如何有效地控制和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如何应对来自内外部的诸多威胁，这个男人依旧面临着他此前从未面对过诸多新的麻烦与挑战。基于在政治、宗教上的分歧与冲突，地方利益集团对中央的抵抗等诸多原因，大马士革的中央权威在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来自地方的诸多挑战。这其中，以桀骜不驯的伊拉克人最具威胁。为了管制伊拉克混乱的社会状况，穆阿维叶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2位有着阿拉伯穆斯林天才政治家美誉的库法总督穆基赖和巴士拉总督齐亚德。作为曾经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早期的伊斯兰精英之一，穆基赖自4大哈里发时期以来，一直都被历届哈里发委以重任。在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中，穆基赖因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使其在穆阿维叶上台以后被重新启用，于公元661年再度出任库法总督。
通过树立库法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哈瓦利吉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穆基拉任期期间，库法对中央的反抗力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分化和削弱。截止穆基拉去世的公元671年，库法已经没有公开反抗大马士革的声音了。作为伊拉克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地方长官，曾经阿里的追随者齐亚德在最初其实是反对穆阿维叶的，但出于对齐亚德卓越能力的欣赏，不计前嫌的穆阿维叶通过软硬皆施，最终还是迫使齐亚德屈服于了他。公元665年，齐亚德出任巴士拉总督。就职以后，齐亚德通过严厉且强硬的手段，很快就树立起了倭马亚王朝在此的威信，一副从未有过的太平景象出现在了巴士拉。基于对巴士拉的有效治理，在穆基赖去世以后，对齐亚德极其重视和信任的穆阿维叶又将库法的管辖权交由了前者。此举也使得齐亚德在事实上成为了阿拉伯帝国东部地区的独裁者。在这里，齐亚德保有着一支超4000人、训练有素的准军事力量，坚定地维护着倭马亚王朝的权威和帝国的统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齐亚德为了改善伊拉克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以及扩大倭马亚王朝的影响力，曾将5万多名阿拉伯士兵和其家属以远征军的形式将他们重新安置在了呼罗珊地区。而这些呼罗珊阿拉伯人的后裔，未来将成为推翻倭马亚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除了通过选贤举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穆阿维叶也同此前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一样，开启了积极的对外扩张。自公元640年以来，穆斯林虽威胁着拜占庭在北非的统治，但前者始终都没有越过西兰尼加，深入到马格里布地区。在穆阿维叶统治时期，为了扩大穆斯林的影响力，满足他们对战利品的渴望，穆斯林们重新发起了对埃及以西地区的征服行动。公元670年，在乌克巴伊本纳菲的率领下，横冲直撞的阿拉伯人一路杀到了现今突尼斯的凯鲁万，并成功在此建立起了一个永久性的阿拉伯驻军城镇，为之后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马格里布奠定了基础。而阿拉伯人在这个时期成功的对外扩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阿维叶对阿拉伯军队进行的改革。为了强化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力量，穆阿维叶创立了伊斯兰战争史上最早的正规军。这支正规军重视组织与训练，其士兵也不再是只有阿拉伯人，他们由来自叙利亚和阿拉伯帝国各个地区的士兵所构成。在军事上的改革，使得阿拉伯帝国原先组织松散的民兵，转变为了一支更具系统性，同时还保留有狂热的战斗意志的强大军队。在卓有成效的执政了19年以后，穆阿维叶于公元680年的大马士革因病去世。在逝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的儿子叶奇德指定为了继承人，并在首都招来各省代表，举行了对未来新君的宣誓效忠的典礼。而纵使穆阿维叶已经为叶奇德的统治铺平了道路，但贪图享乐、放荡不羁的叶奇德还是在登基伊始就遭遇到了巨大麻烦。在伊拉克，地方的贵族和总督虽已拥戴叶奇德为哈里发，但哈里发世袭制对传统惯例的违背，民众们却不能接受这个制度。因此，愤怒的伊拉克人发起了反抗，他们拥戴阿里的次子侯赛因为哈里发。公元680年，拒不效忠的侯赛因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祖拜尔的儿子阿波杜拉伊本祖拜尔来到麦加，率众反对叶奇德登基，由此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第二次内战拉开了序幕。在同样反对叶奇德的伊拉克人的再三恳求下，侯赛因之后带领由其亲属和其追随者组成规模在数百人的队伍，向着库法发起了进军。在前往库法的途中，侯赛因一行人之后与一支由4000多人组成的倭马亚军队发生了碰撞。在协商无果以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是为卡尔巴拉之战。由于在人数上的巨大差距，侯赛因一行人随后在此役中全部战死。而倭马亚王朝虽然获得了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但它带来的恶劣影响是造成了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分裂。以侯赛因之死为标志，什叶派与逊尼派彻底决裂了。此后，在什叶派教义中，承认伊玛目领袖必须是由阿里后裔担任这一教条，变成了与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这一教条同样重要的存在。作为当时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卜杜拉也是哈里发之位的有力竞争者。事实上，正是因为侯赛因的死，激发了人们对于推翻倭马亚王朝统治的渴望，许多人因此聚集在阿卜杜拉的周围，希望能够实现政治变革。
公元683年，阿卜杜拉在麦加自立哈里发，同时得到了整个汉志地区的支持。而面对阿拉伯半岛日益增长的反对势力，叶齐德遂在同年派遣了一支由穆斯林伊本乌克巴率领的叙利亚军队前往讨伐阿卜杜拉。同年8月，双方于麦地那东面的熔岩平原爆发战争，视为哈拉战役。此役，倭马亚王朝依站在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击溃了阿卜杜拉的军队。战败后的阿卜杜拉一路败逃麦加，躲进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麦加大清真寺克尔白避难。而原以为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的阿卜杜拉，却没想到遭到了倭马亚军队毫无顾忌的围攻。在这场围攻中，麦加大清真寺被毁，克尔白倒塌，神圣的黑石更是在大火中裂成了3块。据说对麦加的破坏之后，导致了整个伊斯兰帝国爆发了可怕的瘟疫。叶齐德更是在随后突然暴毙。同年11月，由于担心叶齐德的突然死亡会导致叙利亚发生动乱，叙利亚军队解除了对麦加的围攻，返回了大马士革。穆阿维叶二世作为叶齐德之子，在其父去世以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任的哈里发。不过，由于可怕的瘟疫，穆阿维叶二世在继位仅3个月便撒手人寰了。由于穆阿维叶二世没有留下男嗣，倭马亚王朝的政权随后便落入到了穆阿维叶的堂弟马尔万手中。继位之时的马尔万已年逾古稀，而他虽然精力有限，执政时间也不过短短2年，但其建立的倭马亚王朝马尔万系却非常兴旺。马尔万的后代一直统治到了倭马亚王朝崩溃的前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倭马亚王朝的历史，大部分其实都是马尔万朝的历史。马尔万当政期间做的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削弱了各地的分裂势力，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与威信。在倭马亚军队撤出阿拉伯半岛以后，阿卜杜拉不仅在其大本营汉志地区自封为哈里发，他同时还宣称对阿拉伯半岛南部、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并获得了这些地区穆斯林的支持。在伊拉克，阿卜杜拉任命他的弟弟穆斯阿布为总督；在大马士革，他则任命了达哈克为临时摄政。公元684年7月，在叙利亚人的支持下，马尔万成功推翻了达哈克在叙利亚的统治。同年8月，马尔万在大马士革接受了拥戴宣誓，成为了全叙利亚的主人。而截至马尔万去世的公元685年，倭马亚王朝已经稳定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在年迈体弱的马尔万去世以后，其子阿卜杜勒马利克成为了倭马亚王朝的第5任哈里发。马利克在伊斯兰历史上有着列王之父的说法，因为在他之后，他的4个儿子都是哈里发。在他们当政期间，阿拉伯帝国的国势达到了鼎盛，为伊斯兰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马利克显然为未来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开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从上位之起，雷厉风行、颇具才干的马利克又投入到了重建倭马亚王朝对整个阿拉伯帝国统治的工作当中。公元691年，马利克亲率大军征讨伊拉克，成功击败了盘踞在此以穆斯阿布为首的反叛势力。次年，马利克派遣铁腕将军哈查直本优素福攻打麦加。在围困了麦加城6个月后，以叛军头目曾控制阿拉伯帝国大片地区的阿卜杜拉战败身亡为标志，阿拉伯半岛重新置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之下。历时12年，伊斯兰世界的第2次内战正式宣告了结束。而在平定完国内的各种反叛势力以后，野心勃勃的马利克举目希望，现在他准备把一度停滞的对外远征行动重新开启，再次让这个世界见识到重新团结和统一起来的穆斯林的强大力量。在第1阶段的伊斯兰远征中，横空出世的阿拉伯人不仅从拜占庭人手中夺下了富庶的叙利亚和埃及，他们还彻底征服了曾盛极一时的萨珊王朝，把其势力范围拓展到了伊拉克和波斯地区。第1阶段的伊斯兰远征，穆斯林在短时间内取得的军事成就显然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了，但这还不是阿拉伯人的极限，因为当倭马亚王朝的第5任哈里发列王之父马利克成功终结了祸乱阿拉伯帝国12年之久的内战之时，伊斯兰远征行动的新时期也应声开启了。
作为距离阿拉伯帝国最近、阻挡其进一步对外扩张的首要敌人，拜占庭与穆斯林之间的纷争，从后者征服叙利亚起，到了倭马亚王朝的第5任哈里发马利克在位时期，已经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超半个世纪了。在这些充斥着鲜血与烈火的岁月当中，穆斯林甚至曾对拜占庭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发起过数次具有相当威胁的进攻。比如在穆阿维叶执政时期，他就曾2次兵抵君士坦丁堡，试图攻破这座城市。但无奈的是，君士坦丁堡3重巍峨且坚固的城墙，终究是让他无功而返。而在哈里发苏莱曼统治时期，穆斯林在公元717年到公元718年发动了数十年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失败，几乎损失了所有的海军力量以后，阿拉伯人更是从此被迫改变了战略，彻底放弃了征服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君士坦丁堡就这样守护住了基督教世界，直至15世纪。也是因为君士坦丁堡这般顽强的存在，阻挡了阿拉伯帝国向北拓展势力。从马利克开始，倭马亚王朝的对外征服，其建立的主要军事成就，因此大多发生在帝国的西部和东部地区。这个时期，哈查直本优素福和穆萨本努塞尔以及哈桑本努曼等人，是穆斯林在这一系列东征西讨的过程中有过辉煌军事成就的一些著名将领。作为伊拉克的总督，哈查指在伊斯兰历史中备受争议，因为他曾为了稳定伊拉克的局势，使用了非常强硬和残酷的政策。据传当时有超12万人被哈查指所屠害。而不同于大部分人对哈查指的评价，哈查指因为对倭马亚政权的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利克却非常重视和信任这位铁腕将军，并授予了前者在帝国东部省份的巨大权力。从公元699年起，借由中亚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哈查指在中亚开启了快速的军事扩张。公元699年，哈查指征服喀布尔，迫使拒绝缴纳贡税、突厥王尊比勒臣服于了倭马亚王朝。公元705年，吐火罗斯坦被占领。公元709年，粟特人的布哈拉及周边地区被征服。而截止公元715年，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不仅覆盖了几乎整个河中地区，往东南更是拓展到了印度西北部。穆斯林向东方的不断扩张，不仅拉开了中南亚的伊斯兰化进程，从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这里的政治格局更将受其深刻影响。公元751年，以阿拉伯人征服撒马尔罕东北的塔什干为标志，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明确且牢固树立起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权威，以至于当时中国强大的唐朝都无法与之抗衡。相比起在东线的征服活动，倭马亚王朝在西线的征服同样毫不逊色。自公元698年，伊弗里基叶总督哈桑彻底将拜占庭人逐出迦太基以后，拜占庭人在北非的统治彻底终结了，由此也为伊斯兰教在这里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公元708年，穆萨接受哈里发韦利德的指派，成为了新一任的伊弗里基叶总督。此后，穆斯林不仅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整个马格里布和地中海地区，在伊斯兰教强大的同化能力的感召下，西北非的主体民族半开化的白尔人更是越来越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融入进了伊斯兰社会。一些白尔人之后还被不断地补充进了阿拉伯军队，成为日后阿拉伯帝国入侵西南欧的主要力量。公元711年，历史性的一年。这一年，在穆萨的指派下，一支大部分由白尔人组成的阿拉伯大军，在一个奴隶出身、名为塔里克本齐亚德的白尔人的率领下，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撬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把伊斯兰教带上了欧洲大陆。在4年不到的时间里，借由当地人对西哥特人蛮横且腐朽的统治的不满，穆斯林大军如同旋风般轻而易举的就征服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在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实现了惊人军事扩张，为大马士革带来了数不胜数的战利品的穆萨，之后并没有落得一个好的下场。公元715年，出于对有着巨大名望的穆萨的恐惧与嫉妒，他被召回了大马士革。随后，韦利德的继任者其弟苏莱曼以侵吞战利品为由，没收了穆萨的财产，并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这位征服了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将军，最后沦为了一个汉治地区的乞丐，于公元716年悲惨地离开了人世。此外，穆萨的儿子，同时也是当时的西班牙总督阿卜杜勒阿齐兹，因为被传言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也于同年被苏莱曼所谋害。
事实上，除了穆萨与其子以外，在马利克和维利德时期，为阿拉伯帝国版图的扩张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诸多将领，大多都遭到了苏莱曼的迫害。比如哈查轸，他在早年因为建议维利德将哈里发之位让于其子而不是苏莱曼，因此被后者怀恨在心。在哈查轸于公元714年因病离世以后，仇恨情绪无法发泄的苏莱曼之后又把自己的怒火倾泻在了哈查轸曾经的部将信德总督穆罕默德身上。备受当地人喜爱的穆罕默德之后被苏莱曼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而这些曾经声名远扬的将领的接连被害，显然也让当时的呼罗珊总督古太白倍感惊慌紧张。由于担心与苏莱曼之间曾存有过节而遭到后者的报复，古太白先发制人，于公元715年起兵反叛。但由于呼罗珊军队内部的不和，古太白在随后的一场士兵哗变中遇害了。至此，征服时期的所有伟大将领皆已不复存在。公元717年，在经历了苏莱曼一段短暂的统治以后，阿拉伯帝国在这一年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哈里发，苏莱曼的堂弟奥马尔本阿卜杜拉阿齐兹，史称奥马尔二世。不同于前几任生活奢靡的哈里发，奥马尔二世因为生活简朴、才能卓越而备受后世的伊斯兰史学家好评和称赞。奥马尔二世统治时期，对阿拉伯帝国进行了一系列包括政治与军事的改革，而在这些改革当中，以推动了阿拉伯人与马瓦里及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们的平等关系的发展影响最为重大。自四大哈里发时期开始，在穆斯林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他们通常会给予敌人3个选项：一、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毛拉，享受穆斯林的待遇，免除包括人丁税在内等的一些赋税；二、立即投降，成为顺民，获得穆斯林的庇护，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需要缴纳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赋税；三、选择抵抗，但若失败，将被处以极刑或沦为奴隶。穆斯林的对敌策略虽然在其对外征服过程中对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随着阿拉伯帝国版图的日益扩大，该政策中存在的漏洞，继而导致阿拉伯帝国内部社会与阶级矛盾的愈演愈烈，却正在为这个帝国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扩张形成了阻碍。在奥马尔二世之前，马瓦里虽然在名义上与阿拉伯穆斯林拥有同等地位，享有一切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他们仍旧低于阿拉伯人一等。马瓦里不仅不被视为阿拉伯帝国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在军队中，马瓦里的薪资和分得的战利品都要远少于阿拉伯人。此外，在成为马瓦里以后，他们虽不用再缴纳除听课以外的一切赋税了，但他们仍旧会被当局要求支付皈依伊斯兰教以前的人头税。总之，这种有意为之的制度漏洞引发了当时异族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奥马尔二世显然是观察到了在全体穆斯林皆是兄弟的口号下，穆斯林社会存在的不公现象，因此在其上位以后，奥马尔二世实施了一项新政策，即无论穆斯林的血统如何，都可免除人头税。奥马尔二世的这项改革通常被视为了推动伊斯兰进一步扩张的有力举措，加上重视学术的奥马尔二世任内，伊斯兰文明在科学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后世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通常将奥马尔二世统治的时代称之为伊斯兰的复兴时代，而虔诚仁慈的奥马尔二世本人更是被尊称为倭马亚王朝的圣徒。不过，奥马尔二世促进穆斯林社会和谐发展的举措并没有得到他的继任者的延续。公元720年，在执政了仅2年的奥马尔二世因病离世以后，新的继任者马利克的另一个儿子叶齐德二世为解决此前因苏莱曼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帝国每况日下的财政问题，他立即撤回了奥马尔二世的改革，重新恢复了对马瓦里征收的人头税。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致使当时呼罗珊和伊弗里基叶地区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此外，叶齐德二世为限制基督教的影响力，颁布反偶像法令，四处捣毁基督教圣像，引发基督徒的强烈不满。总之，从叶齐德二世开始，无论是社会与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还是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腐败与生活上的腐化，又或是自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贵族内部的派系之争，在多种力量的冲击下，曾盛极一时的倭马亚王朝其倾覆之势愈发凸显。而风云动荡之下，未来等待这个王朝的命运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公元732年，恰逢先知穆罕默德逝世100周年，而奉其言行为圭臬的信徒们在这100年里所实现的惊人成就，或许是作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奠基者的他都不曾想象得到的。彼时的阿拉伯帝国，其幅员之辽阔，是此前古代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比拟的。它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控制着超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超3000万的人口，在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的唐朝可以与之匹敌。在这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奇珍异宝和修建有世界上最壮丽的清真寺。而这个帝国的主人哈里发更是集政治、军权和神权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权势之人。在一些颇具才干的哈里发的努力下，阿拉伯帝国政治高效，文化繁荣，商业兴盛，科技发达。从哈里发马利克开始，阿拉伯语被规定为了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不仅为帝国内部的政治、文化、商业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为伊斯兰文化的巩固与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推力。哈里发们还统一了帝国的货币金币蒂纳尔和银币蒂尔汉，阿拉伯帝国的商业交流不仅因此变得十分顺畅，加上对东方商贸通道的有力控制，还促进了帝国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为其政治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包含上述等的盛世景象，虽显示了极盛时期倭马亚王朝的强大与繁荣，但是围绕着帝国内部长久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盛世的背后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公元724年，倭马亚王朝的第10任哈里发西沙姆从其兄叶齐德2世手中接下的是一个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帝国。这个时期，无论是统治阶层对异族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压迫与歧视，还是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又或是伊斯兰教不同派系的纷争，都是一步步将倭马亚王朝引向崩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如同鬼魅般阿拉伯贵族内讧的重演，更揭示了残存在阿拉伯人内心深处不同部族与谱系间的深刻分裂。作为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半岛的2个重要部族，主要生活在半岛南部以定居生活为主的盖哈丹人和多居住在半岛北部以游牧生活为主的阿德南人，曾在伊斯兰教的连结之下，2个族群虽也并没有实现彻底的融合，但两者的对立也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缓和。不过，在倭马亚王朝创建以后，借由历任哈里发对2个族群不同程度的偏倚，南北阿拉伯人的派系之争死灰复燃了。从公元732年到王朝灭亡的750年，盖斯人和阿德南人为了争夺西班牙总督一职，18年的时间，西班牙总督走马观灯似的换了18次，可见政局之混乱。总之，在诸多原因的刺激下，倭马亚王朝后期政局动荡，暴乱频繁。而西沙姆执政时期，他虽尽职尽责，维持了非常有效的统治，但面对帝国内部长期积累的问题，他也束手无策。尤其是当他离世以后，继任的几位哈里发的昏庸且无能的统治，倭马亚王朝的局势更是急转直下。从公元728年开始，伊拉克、费尔干纳、伊弗里基耶、埃及、西班牙等地皆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暴动。在这些暴动当中，以来自帝国东部各行省的反抗势力最具威胁。当时帝国东部参与暴动的势力大致有3种力量构成，他们分别是穆斯林什叶派、阿拔斯派以及呼罗珊人。自倭马亚王朝当政以来，主张哈里发之位应当由阿里及其后代继承的什叶派，其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息过。虽然马利克在位时期曾一度重创了什叶派的势力，但借由阿拉伯帝国的不断扩张，持续宣传着倭马亚家族统治非法性的什叶派的力量又得到了重新壮大。他们尤其得到了同样对倭马亚王朝不满马瓦里的支持。与什叶派的情况相似，阿拔斯派对倭马亚王朝的反对也是围绕着哈里发之位进行的。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阿拔斯的后裔，阿拔斯派认为他们与穆罕默德的血缘关系更近，因此更有资格取得哈里发之位。以卫道者自居的阿拔斯派同样也利用民众们对倭马亚家族统治的普遍不满，势力日益壮大。他们之后还与什叶派联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当时反倭马亚王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而不同于前两者，呼罗珊人对倭马亚王朝的反抗则主要始于对自身地位的不甘。呼罗珊人原以为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可以取得与阿拉伯穆斯林同等社会地位，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倭马亚王朝的暴政之下，他们被置于近乎奴隶的地位。加上什叶派和阿拔斯家族的煽风点火，呼罗珊地区这片昔日波斯帝国的东北行省，随后成为了反倭马亚王朝的革命中心。
公元747年，在阿拔斯派首领易卜拉欣伊玛目的指示下，一个名为阿布穆斯林的波斯士奴，以减少税赋、取消劳役等为口号，高举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的军旗黑旗，发起了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武装起义，并获得了呼罗珊地区的奴隶、农民，甚至是波斯贵族的支持。在阿布穆斯林揭竿而起以后，伊拉克地区的哈瓦利吉派也借此情形趁机起事。随后，全国各地一时间掀起的暴乱，更是如同燎原烈火般直逼帝国的心脏大马士革。公元749年，阿拔斯派首领易卜拉欣被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马尔万二世逮捕。临终前，他将所有的权力移交给了自己在库法的弟弟阿布阿拔斯。在得到了易卜拉欣的遗嘱以后，阿布阿拔斯公开宣布自己是穆斯林所期待的救世主，并得到了阿布穆斯林等叛军将领的支持和效忠，也是以阿布阿拔斯被拥戴为哈里发为标志，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二个封建王朝阿拔斯王朝由此创立。面对声势汹涌的阿拔斯军队，倭马亚军队节节败退。不甘失败的马尔万二世组织起最后的抵抗力量，在公元750年1月，与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大扎布河左岸与阿拔斯军队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役，马尔万二世的军队虽然在人数和战斗经验方面要优于阿拔斯军队，但由于此前的一系列失败，这支军队斗志涣散，甚至对马尔万二世的支持都显得非常冷淡。同时，借由在战斗中犯下的致命战术错误，马尔万二世的军队在扎布河战役中溃败了。随后，马尔万二世取到大马士革，逃往了埃及。其实，作为末代君主，马尔万二世相比起他的前几任，他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内政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才能。比如在军事上，在成为哈里发之前，作为地方总督的他，也曾成功平定过数起叛乱；而在成为哈里发以后，面对众多叛乱和敌对势力，他亦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军事指挥能力。在内政上，面对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马尔万二世也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革。如果能再给他一些时间，倭马亚王朝或许可以起死回生，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倭马亚王朝如今所实下的恶果，均是对其此前所积累的恶行的兑现。而马尔万二世虽抱有一颗救国之心，但他所面对的时局已几乎是一个死局，一切的努力都已为时已晚。公元750年4月，作为扎布河战役的胜利者，不可阻挡的阿拔斯军队长驱直入，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攻陷了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大马士革。同年8月，为了将倭马亚家族之人赶尽杀绝，在阿布阿拔斯的命令下，阿拔斯军队追击到了埃及，在法尤姆将马尔万二世杀害。至此，存续了近90年，在伊斯兰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倭马亚王朝，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杀死了末代君主以后，有着萨法赫意为屠夫之称的阿布阿拔斯仍旧不甘心就此停止对倭马亚家族的报复。在阿布阿拔斯彻底掌权以后，他不仅开展了各种对幸存的倭马亚家族成员的搜捕和迫害，倭马亚家族的顽固者阿布阿拔斯甚至也没有放过。在大马士革等地，前朝诸多统治者的陵墓都遭到了阿布阿拔斯的破坏和凌辱，只有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和圣徒奥马尔二世幸免于难。虽然阿拔斯王朝对倭马亚家族的成员布下了天罗地网，但这个家族的血脉并没有就此断绝。作为西沙姆的孙子，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不仅戏剧性的逃脱了阿拔斯密探的追捕，他之后还在西班牙建立起了一个璀璨且辉煌的新的伊斯兰政权。公元756年，逃亡到西班牙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利用当地穆斯林统治者与白拜尔人之间的矛盾，成功取得了对几乎整个西班牙的统治，由此标志着后倭马亚王朝的历史拉开了序幕。阿布阿拔斯对倭马亚家族成员的迫害，不仅令人想起了曾经阿拉伯半岛氏族仇杀遍地的恐怖的前伊斯兰时代，而这个现象的出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新的阿拔斯王朝将会比旧王朝更加依靠武力。当阿布阿拔斯将刽子手行刑用的地毯铺在了哈里发宝座的旁边，但极具血腥与暴力的元素成为了构建完全不可或缺的附属品。这个看起来似乎比前朝更加虔诚的时代，又会引领着穆斯林们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呢？
不同于统治阶层是阿拉伯人居于主导地位的倭马亚王朝，通过联合心怀不满的各方势力，继而成功夺取了阿拉伯帝国最高权力的阿拔斯王朝。这个新王朝统治阶层的构成，显然相比前朝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了。尤其是像阿布穆斯林等波斯人，在阿拔斯家族夺权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波斯人或者说是非阿拉伯人影响力的巨大提升，无疑也宣告了伊斯兰文明史上纯粹由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由阿拉伯贵族与非阿拉伯贵族联合统治的新纪元正式开启了。不过，也正是因为阿拉伯帝国由阿拉伯性向国际性的转变，曾经至高无上的阿拉伯人权势的削弱，无疑也让阿拔斯家族对整个帝国的掌控在最初面临着巨大考验。不同于得到了帝国各行省承认的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对帝国的统一在最初更像是一种表面上，无论是阿布阿拔斯的专横跋扈、残忍嗜血，还是他违背什叶派的承诺自立哈里发，总之，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创立者，阿布阿拔斯的所作所为都让他树敌众多。帝国的兵部行省，诸如西班牙、信德、呼罗珊等地，在当时更是骚乱不断，不完全承认这位新的哈里发。公元754年，这位王朝的创立者在帝国的新都城安巴尔与惶恐不安的情绪中离开了人世。随后，根据阿布阿拔斯的遗嘱，其弟曼苏尔成为了新的哈里发。作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不仅有着其兄残忍果决的一面，同时他还更善谋略，具有智慧。曼苏尔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是他的伯父，同时也是在阿拔斯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阿卜杜拉掀起的反叛。作为当时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叙利亚总督，在叙利亚有着广泛支持的阿卜杜拉，因为认为自己更有权继承哈里发之位，在曼苏尔上位的同年出兵伊拉克，向曼苏尔提出了对哈里发继承权的要求。为了应对阿卜杜拉，权势还不够稳固的曼苏尔随后向阿布穆斯林发起了求助。虽然曼苏尔对后者谈不上有多信任，但鉴于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士兵中有着普遍的支持，曼苏尔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同年，阿布穆斯林的军队与阿卜杜拉的军队在现今土耳其边境的尼西宾爆发战役。此役借由阿卜杜拉军队内部发生分裂，实力受到极大限制。阿布穆斯林最后成功战胜了阿卜杜拉。失败的阿卜杜拉之后遭到了曼苏尔的求见，并于公元764年被蓄意谋杀。而在击败了阿卜杜拉以后，面对权势日益增长，在呼罗珊地区几乎处于独立地位的阿布穆斯林，曼苏尔却将这位阿拔斯家族崛起的大功臣视为了威胁其统治的一个巨大隐患。为了削弱阿布穆斯林的影响力，公元755年，曼苏尔在试图将阿布穆斯林调离他的大本营呼罗珊，改任其为埃及总督，遭到了后者的拒绝以后，曼苏尔借召见阿布穆斯林进攻之机，以图谋反叛的罪名将阿布穆斯林谋害。阿布穆斯林的死之后，在帝国内部，尤其是呼罗珊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批阿布穆斯林的支持者在随后发起了一系列反对曼苏尔暴行的起义。不过，这些起义随后都遭到了曼苏尔的强力且果断的镇压。除了这些与开国元勋相关的势力掀起的暴动，面对阿拔斯家族的背信弃义，什叶派之后也发动了反抗阿拔斯王朝的起义。公元762年9月，麦地那的什叶派举兵造反，囚禁了被曼苏尔任命的当地总督。2个月后，巴士拉的什叶派也举起了一起，与阿拔斯王朝形成了对立。而什叶派的起事虽颇具威胁，但在曼苏尔的得力部将伊萨穆萨强有力的打击下，以及什叶派内部缺乏组织协调与统一的政治目的，什叶派的反叛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了。公元763年，以伊萨穆萨成功控制了伊拉克的局面为标志，除了西班牙和北非西北角以外，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重新置于了曼苏尔的权威之下。阿拉伯帝国也由此开始逐渐步入到一段稳定且繁荣的时期。除了坚定地维护帝国的统一，曼苏尔在位时期实现的另外一个壮举，是在巴格达修建了历史上著名的和平之城。为了摆脱旧有权力机构，尤其是来自库法和巴士拉等地对新政权的影响，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当然也为了彰显在其统治下阿拉伯帝国的强大与繁荣。经过多次亲自踏勘和占星师的推算，曼苏尔最终选定了在陆路可接呼罗珊大道，也就是丝绸之路中段，水路可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通便利，土壤肥沃，同时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巴格达建造新都城。根据记载，为了建造新都城，曼苏尔从帝国各地雇佣了超10万的人力，并利用曾经萨珊王朝都城泰西芬的各种材料，耗费400多万蒂纳尔，耗时4年，最终在公元762年大体完成了这座举世名城的建设。
由于和平之城的布局形似3个同心圆，因此这座城市也被称为元城。如今的元城因为历史上的战乱、政权更迭等原因，其遗址早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一些文字记载，我们仍旧能大体窥探见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相传元城占地面积超3平方公里，它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3层，每一层之间都有被用于防御外敌所需的城墙相隔绝。而在宫城的正中心，则是哈里发的宫殿，由哈里发的宫殿向4个方向等距辐射，可以毫无阻拦地到达城市的4个城门，即库法之门、大马士革之门、呼罗珊之门和巴士拉之门。这4座城门对应了帝国的4个重要区域，也象征着哈里发对他们的牢牢掌控。繁华的元城建成以后，迅速吸引了大量帝国子民和商旅来到巴格达定居和寻求机会。巴格达也由此从一个不被关注的小村落，一跃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往后，巴格达将犹如一颗散落在西亚的明珠般，不断绽放耀眼的光芒，被世人所熟知。除了大兴土木建造新都城，曼苏尔执政时期对文化发展的重视，显然也为日后伊斯兰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曼苏尔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赞助翻译运动的哈里发。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精英们不仅非常认可波斯文化，对于古希腊文献中蕴含的科学知识，他们亦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哈里发的曼苏尔，在当时对占星术和天文学尤为感兴趣。曼苏尔将各地的天文学家召集进宫中，为他们提供赞助，并成功将许多古希腊的科学著作，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得的元素等，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而除了天文学以外，数学、医学、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翻译工作，曼苏尔也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赞助。翻译运动的开展不仅为伊斯兰文化内涵的丰富提供了可能，从更大和更长远的眼光去看，未来整个世界文化与科技的发展，显然也都受益于这场空前的智力觉醒。不仅仅是在内政上大有作为，曼苏尔执政时期，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也非常亮眼，亦彰显了他非凡的智慧。曼苏尔在外交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该策略在之后也被他的继任者们所延续。后倭马亚王朝作为前朝在西班牙的残存势力，自阿拔斯王朝建立起就被其统治者视为了一种威胁。公元763年，在出兵进攻后倭马亚王朝失败以后，曼苏尔与同样在与后倭马亚王朝做着持续对抗的加洛林王朝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的出现不仅为两者应对共同的敌人提供了军事上的联系，它还为两者在商业与文化交流上搭建了桥梁。而虽然以现在的眼光去看，阿拔斯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联盟算得上是一场极具意义的外交尝试，但在伊斯兰历史的资料中，这个联盟其实并没有被太多提及。我们如今对这起事件的了解，事实上多来自于法国人的记载。对于当时的穆斯林学者而言，这种顺利的例行外交似乎并没有记录的必要，正如阿拔斯王朝与唐朝亦有过频繁的联系一样。根据中国史料记载，不同于此前倭马亚王朝与中国的唐朝为扩大各自在中亚的影响力有过纷争，不太友好的外交关系，阿拔斯王朝与唐朝的关系则要比此前好得多。曼苏尔执政时期，他不仅定期派遣外交使者到访中国，在唐朝爆发内乱之际，他还派遣了3000多名雇佣兵，以帮助后者平定内乱。有别于与加洛林王朝和唐朝的外交关系，在伊斯兰资料中的鲜有记载。作为阿拉伯帝国的宿敌，阿拔斯王朝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记载则要丰富许多。曼苏尔执政时期对处理拜占庭的问题上显得非常游刃有余。曼苏尔不仅成功收复了拜占庭曾趁前者忙于内战之际侵占的包括亚美尼亚等边界领土，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缔造和平，曼苏尔还是第一位与拜占庭人举行过战俘交换谈判会议的哈里发。通过赎金会议，双方的敌对关系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缓和。公元775年，在内政与外交均有卓越建树，对阿拔斯王朝的统一与政权的巩固有着突出贡献。被视为阿拔斯王朝真正奠基者的曼苏尔，在赴麦加朝觐的途中离开了人世。随后，根据曼苏尔的遗嘱，他的儿子马赫迪成为新的哈里发。那么，这位新的哈里发能否继承其父的遗愿，将阿拔斯王朝带上一个新的繁荣阶段呢？
在阿拉伯帝国史上，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统治的时代，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个时代。帝国的首都巴格达，这座有着近100万人口居住，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这里山谷云集，货如轮转。而由哈伦下令建造的巴格达智慧宫，更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在求知若渴的哈里发的资助下，智慧宫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贤才与文明成果，大量的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在此被翻译。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的穆斯林们，不仅把当时伊斯兰文明的科技文化水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对后世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阿拉伯帝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哈里发之一，哈伦·拉希德虽然对这一盛世图景的打造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但若要把帝国的辉煌成就全部归功于他的头上，则显然有些太过片面了。事实上，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是由一系列杰出的统治者共同铸造的，包括他的祖父曼苏尔、曼苏尔之后的多位哈里发，甚至是他的母亲海祖兰。作为阿拉伯帝国的第2个封建王朝，阿拔斯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哈里发曼苏尔的文韬武略，为其子孙后代开创的是一个政治足够稳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已经蓄势待发、充满无限潜力的伊斯兰国家。为了确保阿拔斯王朝在自己离开以后的长治久安，曼苏尔需要一个强大的接班人，因此曼苏尔对自己的接班人马赫迪进行了刻意的磨练。在马赫迪15岁的时候，他接受了曼苏尔的指派，前往镇压呼罗珊地区的叛乱。在这些帝国的边境地区，马赫迪不负所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几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就成功平叛了这些动乱的边部行省，将他们牢牢地置于了阿拔斯王朝的控制之下。因其卓越的能力，同时也为了表达对马赫迪的信任与重视，公元762年，也就是在马赫迪17岁这一年，曼苏尔将其任命为了阿拔斯王朝东部地区的总督，成为了当时除哈里发以外帝国之中最具权势之人。也是在担任帝国东部地区总督的时期，马赫迪遇见了自己未来的王后海祖兰，并与其生下了未来的2位哈里发穆萨哈迪和哈伦·拉希德。作为阿拉伯帝国历史上最具权势的女性之一，海祖兰的一生颇具传奇。根据传言，海祖兰在早前似乎只是麦加地区的一个女奴，大约在公元770年左右，她被曼苏尔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了马赫迪。也是在遇见了马赫迪以后，海祖兰的人生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自己的美貌与智慧，海祖兰俘获了马赫迪的芳心，并成功从阿布阿拔斯之女雷塔公主手中夺得了王后的特权。他之后还把雷塔公主的儿子们从王位继承顺位中给挤了下去，替换成了自己的儿子们。如果说违反习俗改变王位的继承顺序已经足够彰显海祖兰的权威了，那么你仍旧还是太小看这个女人的能力了。事实上，海祖兰之后还直接参与到了复杂的行政事务和政治工作当中，小到社交活动，大到帝国政治，海祖兰无不参与其中，甚至是直接影响决策。公元785年，在马赫迪为平叛帝国东部叛乱的远征中突发意外死亡以后，海祖兰的权势并没有因为前者的死亡而消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马赫迪的英年早逝，海祖兰在宫廷中的权势进一步扩大了。马赫迪死后，海祖兰密不发丧，迅速接管了国家政权。同时，为了确保权力能够平稳地过渡到其子穆萨哈迪手中，海祖兰及时支付了军队的薪水，很快就稳定住了局势。同年，年仅21岁的哈迪登上了哈里发之位。在哈迪统治早期，哈迪依旧效仿其父，任由其能力卓越的母亲操控政权。不过，随着海祖兰在宫廷中权势的日益膨胀，甚至开始明显超越了自己的地位，哈迪对自己这位强势的母亲开始渐渐心生不满了，并想方设法削弱海祖兰的权势。而面对哈迪的所作所为，海祖兰既失望又愤怒。随后，他开始有意扶植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哈伦·拉希德替代哈迪。这场人尽皆知的母子权力之争，最后是以海祖兰的胜利而告终。公元786年，执政了仅1年多的哈迪，在巴格达的宫廷中，疑似因腹部溃疡而死。但由于哈迪的死恰巧发生在他与海祖兰的一次公开争吵以后，所以一些人认为哈迪的死极有可能是遭到了其母的暗算。哈迪死后，其弟哈伦·拉希德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任的哈里发。其实，在成为哈里发之前，阿伦的威名早已享誉整个帝国了。公元782年，也就是马赫迪还在世的时候，为彰显阿拔斯王朝军事力量，哈伦奉其父之名发动了一次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
在这场入侵行动中，阿拔斯军队击溃了拜占庭军队，并迫使拜占庭的摄政皇后伊莲娜与其签订了屈辱性的合约。根据合约，拜占庭每年要分2次向阿拔斯王朝纳贡7到9万蒂纳尔。也是基于这场战争的胜利，哈伦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马赫迪为此赐予哈伦荣名拉希德，意为正直者，并立哈伦拉希德为第2皇储。事实上，若不是马赫迪的意外去世，出于对能力更加出众的哈伦的欣赏，马赫迪极有可能会让这位次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先于哈迪上位。成为哈里发以后，相较于哈迪当政时期与海祖蓝的紧张关系，哈伦与其母的关系要温和得多。在海祖蓝于公元789年去世之前，哈伦始终对海祖蓝保持了相当的尊重。面对其母在宫廷中展现出的巨大权势，哈伦非但没有选择与其强硬对抗，反而还公开承认其母卓越的能力，并与其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合作关系，即在维护自己作为哈里发权威的基础之上，也接受其母的建议，甚至是决策。而这种稳定的政治氛围，显然也为阿拔斯王朝之后黄金时代的开启提供了必要条件。哈伦当政期间，其在内政与外交上实现的诸多卓越成就，就算不一一罗列，仅通过人们对其如潮的美誉，也能略窥一二。在有关哈伦的诸多记载中，人们毫不吝啬对这位哈里发的溢美之词。他被描述为一个拥有善良君主的所有品质，一位出色的将军、干练和坚定的统治者、伟大的旅行家等等。在闻名遐迩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1001夜》中的许多故事，更有诸多提及这位伟大君王的故事。在故事中，哈伦通常以一位仁慈、睿智和公正的统治者形象出现。虽然哈伦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强大与繁荣之处不胜枚举，但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封建国家、专制君主的独断专行、特权阶层的腐化等封建专制体制下的顽疾，阿拉伯帝国也没能将其摆脱，他们已构成了帝国长期发展与稳定的隐患。哈伦与巴尔马克家族的纷争，最能彰显封建专制体制下内部权力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亦加速了帝国后期的分裂和衰落。从曼苏尔时代开始，在波斯传统的影响下，哈里发为了实现在个人有限的精力下更好地管理国家，在宫廷中设立了一个名为维齐尔并且可世袭的重要官职。波斯人哈利德·巴尔马克是第一位担任阿拔斯王朝维齐尔之人。哈利德因在阿拔斯家族推翻倭马亚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开国之君阿布阿拔斯的赏识，并被其重用。巴尔马克家族也从此平步青云。到了哈伦执政时期，维齐尔的职位不仅从哈利德手中传到了他的儿子叶海亚的手上，其诸多家族成员也多身居要位。比如叶海亚的弟弟穆罕默德是宫廷大臣，他的次子法德尔先后在塔巴里斯坦、呼罗珊等地担任总督，他的四子穆萨在叙利亚担任总督。不过，巴尔马克家族在哈里发宫廷近乎垄断的权力，虽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权势和影响力，但也让周遭之人颇为眼红。于是，在充满阴谋与权争的朝廷之中，一些流言蜚语出现了。面对这些流言，哈伦在最初并不是很在意，但随着巴尔马克家族的权势日益扩大，其表现出的自负和专权倾向，哈伦开始逐渐意识到，巴尔马克家族权力好像有些太大了，而哈里发的天空是显然不允许有2个太阳出现的。在经历了种种不和以及巴尔马克家族成员诸多目无皇权的举动以后，哈伦启动了铲除巴尔马克家族的行动。公元830年，大量巴尔马克家族成员，包括维齐尔、叶海亚，都被解除了要职。他们之后或被处死，或遭到了监禁。曾经声名显赫的巴尔马克家族就这样一夜之间垮台了。也是因为在治国方面大多有着不俗才能的巴尔马克家族成员的匆匆下台，面对帝国行政与管理岗位出现的巨大缺口，一些不上国事的新任官员随后被哈伦仓促提拔，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一些地区，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急剧升温。公元809年，借由对现任呼罗珊总督高压统治的不满，撒马尔罕总督举兵反叛。为镇压叛乱，哈伦御驾亲征，但还未等他到达叛乱地区，他就身染重病，于当年离开了人世。虽然哈伦在离世前已经明确立下遗嘱，皇位的继承顺序将由他与阿拉伯正妻祖拜达之子阿明和他与波斯妃子之子马门依次继承，但纷争依旧还是在兄弟2人间爆发了。公元810年，以阿明将自己的儿子指定为哈里发的继承人，剔除马门的资格以后，兄弟2人彻底决裂了。公元811年，借由马门宣布呼罗珊地区独立，阿明出兵进攻呼罗珊，一场为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就此展开了。
作为中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国家之一，阿拉伯帝国不仅以其强大的军事征服著称，更因其对东西方各种科学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和推广，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闻名。穆斯林们在那个时代的惊人智力觉醒，或许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等学科上的非凡建树，不仅让他们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更为众多现代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们如今所熟悉的阿拉伯数字，就是阿拉伯人在了解到了印度数字以后，对其加以改进和推广，最终使其成为了通行于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计数系统。虽然阿拉伯数字简简单单10个符号，但它带来的变革是巨大的。要知道，在这种计数系统出现以前，无论是欧洲的罗马数字，还是埃及地区普遍使用的古埃及数字等计数系统，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比如罗马数字没有位置值系统，符号多且规则复杂，无法有效进行大数计算和高级数学运算。古埃及数字使用象形符号表示数字，存在冗长且不适合复杂运算等问题。总之，高级数学和计算要想得到发展，都需要一种更加简洁、一致性更强、计算效率更高的计数系统，而阿拉伯数字显然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求。除了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学者们在代数、几何学、三角学等方面的成就也非常突出。作为数学基础之一的代数，它的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但真正对代数的发展和系统化，特别是在数学符号、方程解法和代数规则的形成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却是阿拉伯学者。在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同时也是当时智慧之家的院长花剌子模编写的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算术和代数的书籍《积分和方程加算法》中，他首次提到了现代意义上的代数这个词。但这部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于13世纪左右传入西方世界以后，西方的学者沿用了这一概念，随后并有了代数一词。而代数之父花剌子模除了在数学上有着杰出的成就，在天文学和地理学等领域，他也同样有着卓越的贡献。事实上，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学者大多都是拥有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学，在结合了阿拉伯学者、旅行者、商人的实地考察与新发现以后，花剌子模编纂了伊斯兰世界第一份有关天空和地球的地图。这份被称为《地球描述之书》的著作，是当时世界最完善和精确的地图之一。花剌子模在其之上不仅标注出了2000多个城市的坐标，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征，他还对其进行了分区。这份精确的地图除了大大的提升了中世纪航海和贸易的效率，它亦对后来的学者和旅行家产生了影响，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依托于阿拉伯帝国发达的农业、兴盛的海运贸易以及哈里发们对天文学的重视，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在当时也非常领先。出生于哈兰的巴塔尼被认为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和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以精准的天文观测和测量而闻名。他较为精准地计算出了黄道倾角值23度35分、太阳回归年的长度365天5小时46分24秒以及4季的时长。其得出的数值与现代科学测量的结果都十分接近。此外，巴塔尼还证明了日环食的可能性，并且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关于决定新月可见度的理论。巴塔尼的天文研究对后世欧洲天文学家的影响非常之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日心说提出者哥白尼，以及在天体力学有着卓越贡献的拉普拉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有对巴塔尼研究成果的引用。阿拉伯帝国发达的地理学和天文学，除了有来自这些学者们的深刻思考与观察，那些不畏艰辛、极具冒险精神的商人和旅行家游历四海，其记载下来的所见所闻，显然也为穆斯林们科学知识的丰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推力。比如生活在公元9世纪左右，从事阿拉伯世界与印度、中国等地往来生意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叙述的中世纪有关远东史地的重要著作之一《苏莱曼东游记》，就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描述了一幅从阿曼到中国的多样风土人情，更为后来的学者们留下了一份一睹中世纪世界面貌的宝贵机会。还有出生于耶路撒冷的麦格迪西，他在游历了近乎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后，编纂了全国各地区最佳分类一书，其涉及的对阿拉伯帝国各省的地理、气候、城市、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不仅使其成为了中世纪最具重要参考意义的地理学著作之一，它更为后世学者了解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视角，极具学术价值。医学作为阿拉伯帝国黄金时代与天文学、数学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的重点学科，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
波斯人拉齐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最具原创性和最多产的临床医生。他多达上百份的手稿和著作，为人类在医学领域的进步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尤其是包含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堪称医学百科全书的医学集成，更是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拉齐以详细观察和记录著称，他通过仔细研究天花和麻疹患者的症状、病程和病理变化，首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两种疾病的不同之处，并首次在临床上对患有天花和麻疹的病患进行了分区治疗，继而极大地提高了这两类病症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存活率。而在拉齐之前，由于天花、麻疹的部分症状太过相似，人们经常因为无法正确区分这两种疾病而错过最好的治疗时机。拉齐所著的《论天花与麻疹》作为这方面最早的著作之一，之后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多个世纪里被奉为医学的经典之作，广受赞誉。而除了对传染病和皮肤病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其他医学学科，比如眼科、儿科、妇产科、药理学等方面，拉齐也颇有研究。比如他所著的《儿童疾病》是第一本将儿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来处理的专著。在眼科手术方面的创新治疗方式，他亦被视为了眼科方面的先驱。总之，基于在医学领域方面的巨大贡献，拉齐被广泛认为是为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除了作为一名在医学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医生，作为一个化学家，拉齐在化学领域的成就也很瞩目。作为未来化学的雏形，中世纪学者们对炼金术的痴迷，这使化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基础金属因为原子结构和化学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常规条件下转化为贵金属，但诸如像拉齐这类化学家们在炼金实验中对金属特性的研究，对化学实验方法的创新与倡导，显然也为后来化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实，除了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成就，阿拉伯学者们在物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上也都有着领先于同时代的水平。比如在物理学，阿拉伯学者们发明了测定物质比重的办法，应用物理知识和力学原理，他们学会了制造杠杆、天平、水钟和自动供水机。光学之父伊本·海塞姆基于对光学的研究，其著作《光学之书》更是对后来西方物理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回想起伊斯兰教兴起以前，穆斯林作为一个科学知识匮乏、文化根基浅薄的落后群体，到阿拔斯王朝时期群星闪烁、学术巨擘、不胜枚举的黄金时代，穆斯林社会知识积累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飞跃，这与当时阿拉伯帝国内部从上至下浓厚且自由的学术氛围、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离不开关系。虽然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充满了鲜血与动荡，但随着王朝的逐渐稳固，历任哈里发对学术的重视，诸如从曼苏尔时期开始将东西方各种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翻译运动，哈伦在巴格达修建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智慧宫，马门执政时期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学术资助，这等等一系列举措，阿拉伯帝国内部由上至下形成的浓厚学术氛围，显然都为这个时期穆斯林科技文化水平的繁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公元8世纪中叶从中国引入的造纸术，更加经济和便捷书写载体的出现，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提供的必要条件，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积累，继而为学术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回顾1000年前的伊斯兰在科技文化上实现诸多璀璨成就，犹如目睹了一场灿烂的智慧盛宴。这段历史展示了人类智慧的一次高峰，它也体现着世人包容和开放的思维、勇于探索的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的不竭动力。从那以后，伊斯兰文化的光辉不仅将照亮中世纪的黑暗，它更将为后世的科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励着人类不断前行。而这也是作为中世纪文明之光的伊斯兰文化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遗产之一。为争夺哈里发之位，阿冕与马门兄弟间残酷的4年内战，帝国内部尖锐且复杂的权力斗争，冥冥之中似乎预示了这个帝国已经从哈伦统治时期的鼎盛状态，开始向着一个更为复杂和不稳定的状态过渡了。虽然作为这场内战的胜利者，马门之后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哈里发，他坦荡的心胸、开明的统治，亦缔造了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代。但内战揭示出中央政府权力的脆弱性，显然也为后来一系列更为分裂和动荡事件的上演埋下了伏笔。
公元833年，在经历了20年卓有成效的统治以后，马门在一次针对拜占庭的军事远征中不幸阵亡。随后，其弟穆阿台随姆继任新的哈里发。穆阿台随姆执政时期延续了其兄的很多政策，包括维系与地方利益集团的良好关系，继续实施理性主义的伊斯兰教义，及提倡运用理智，主张自由讨论伊斯兰教信条的穆尔泰齐赖主义，重视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而除了这些政策以外，要说起穆阿台随姆当政期间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对之后伊斯兰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举措，当属他不同于以往哈里发为稳固统治或依赖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做法。穆阿台随姆为了应对这个时期阿拉伯帝国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他重构了阿拔斯王朝的权力结构，建立了一个不受本地政治派系影响，能够有效维护中央权威，以突厥人为主体的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军政府。穆阿台随姆的这场军事改革，通常被视为阿拉伯人失去对他们创建的帝国的控制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从这时开始，军队不仅将在往后的伊斯兰国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外来兵团的引入，有着不同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新的精英阶层的出现，又使那些生活在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少数群体也开始愈发的形成一个排他性的统治阶层，继而通过种族、语言，有时甚至是宗教，与阿拉伯伊朗社会主流分开，为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让穆阿台随姆引以为傲的这支突厥军队，虽在短期内为帝国的稳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从长期来看，突厥人作为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出现，无疑为阿拔斯王朝内部本就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增添了一个新的隐患。当突厥人以禁卫军的身份在巴格达耀武扬威、飞扬跋扈之时，穆阿台随姆非但没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威胁，恰恰相反，为了防止巴格达居民会出于对这支蛮横军队的不满掀起暴动，穆阿台随姆为了安置自己的这支禁卫军，同时也为了摆脱对巴格达原有权力结构的依赖，他于公元836年把中央政府由巴格达向北迁至了萨麦拉城。而穆阿台随姆此举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是对哈里发权力的一种自我约束。想象一下，在势力单一的萨麦拉城，哈里发的周围没有了阿拉伯人或是波斯人支持，只有一群曾为囚徒或是奴隶的突厥人。这一刻，被困于城中的哈里发到底是主人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囚徒呢？或许穆阿台随姆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但很快突厥人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公元841年，出于对权力分配的不满、个人野心等诸多原因，在穆阿台随姆的内征外战中，有着卓越贡献的突厥将领阿夫辛，趁着穆阿台随姆远征拜占庭之际，起兵反叛。在得到国内出现武装叛乱的信号以后，穆阿台随姆迅速班师回国，并于同年镇压了阿夫辛的叛乱。阿夫辛的叛乱足以显示突厥军队作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对哈里发统治构成的威胁，但穆阿台随姆似乎依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在穆阿台随姆于公元842年因病离世以后，他的继任者其子瓦西格也没能纠正这个错误，继续重用了突厥人，继而使得这些突厥将领们手中的权势开始愈发膨胀。比如穆阿台随姆时期最知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突厥将领之一阿斯纳斯，他的权势就在瓦西格执政时期进一步扩大了。公元843年，瓦西格为了确保军队对自己的忠诚，稳固自身统治，他授予了阿斯纳斯哈里发副官之职，把从萨麦拉到马格里布众多西部省份的管辖权交给了阿斯纳斯，这也使得阿斯纳斯成为了当时阿拔斯王朝仅次于哈里发的最具权势的人物。由此也可见当时哈里发对突厥军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高度依赖。公元847年，瓦西格离开人世，在手握实权的突厥将领们的操控下，瓦西格的弟弟穆塔瓦基勒被扶上了哈里发之位。不同于其兄和其父对突厥人的信任与依赖，上位后的穆塔瓦基勒出于对突厥人日益增长的权势的警觉，他开始着手削弱这个强大利益集团的势力，力图恢复哈里发权力的独立性。在实施了把哈里发的继承权从由受突厥人支持的长子门塔希尔转移到次子穆阿泰兹身上，下令没收一些突厥将领的财产，明显针对突厥人的一系列举措以后，突厥领导人们愤怒了，于是他们开始谋划暗杀穆塔瓦基勒。公元861年，可能是在其长子门塔希尔的唆使下，穆塔瓦基勒在萨麦拉遭到突厥卫士暗杀，也是以穆塔瓦基勒的死为标志，一段极度动荡，被称为萨麦拉的无政府时期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公元861年到公元870年，萨麦拉的无政府时期，在相互倾轧的突厥军事集团的操控下，20年不到的时间里，不仅哈里发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权势一落千丈，毫无尊严可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日渐式微，帝国东西部的众多地区更是纷纷脱离了哈里发的控制，在各地野心勃勃的总督或是军阀的领导下，分裂出了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蒙塔希尔是混乱时期的第一位哈里发，他与其父被暗杀的同年，受突厥军事领导人的拥立，登上了哈里发之位。蒙塔希尔的统治时期非常短暂，只有半年不到。蒙塔希尔短暂的统治期间，在突厥军事首领的鼓动下，蒙塔希尔剥夺了穆阿泰兹的哈里发继承资格，由此为其死后帝国内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公元862年，在蒙塔希尔因不明原因死去以后，突厥军事首领召开了会议。随后，蒙塔希尔的另外一个弟弟穆斯塔因被推上了哈里发之位。穆斯塔因一继位，就遭遇到了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借由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一部分突厥将领又开始转头支持穆阿泰兹了。在随后爆发的为决定谁将获得哈里发控制权的武装冲突当中，穆阿泰兹一派获得了胜利。穆阿泰兹之后取代了穆斯塔因，于公元866年登上了哈里发之位。虽然穆阿泰兹是被突厥人推上王位的，但他仍旧试图努力恢复哈里发的权威和独立性，比如他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试图解决财政困境，恢复哈里发对财政的控制。为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减少地方势力的影响，他还任命了忠于自己的官员来加强中央集权等等。但无奈的是，在突厥军事集团的巨大影响力下，穆阿泰兹的努力不但没有取得他想要的结果，他还因此惹怒了突厥卫队的领导人们。公元869年，穆阿泰兹遭到了废除，并在随后被突厥禁卫军谋害。穆阿泰兹死后，悲剧又落到了他的堂弟穆赫塔迪的头上。生活简朴且虔诚的穆赫塔迪被广泛的视为伊斯兰统治者的一个模范，但即便如此，突厥军官们还是对他不满意。在执政了仅1年以后，穆赫塔迪被抛弃了。公元670年，穆赫塔迪被谋害，随后穆塔瓦基勒幸存的长子穆塔米德被推上了王位。穆塔米德上位以后，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削弱突厥禁卫军的权势，把帝国的首都从萨马拉迁回了巴格达。这项象征性的举措，通常也被视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束和阿拔斯王朝复辟的开始。相比起他的前几任，穆塔米德统治时期，当然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依靠摄政王穆瓦法克的实际统治，哈里发的权威确实得到了很大程度上恢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阿拉伯帝国还是出现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叛乱。公元869年，借由对自身悲惨生活的不满，以阿里伊本穆罕默德为领导的黑奴在巴士拉发动了一场奴隶起义。阿里伊本穆罕默德通过自称是阿里的后裔、安拉的使者，将带领黑奴获得自由、享有财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甚至是黑奴也可以取得哈里发之位的美好世界为口号，吸引了大量的黑奴加入到了起义队伍当中。据传在高峰时期，阿里伊本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人数超20多万人。这场被称为赞吉叛乱的起义，直到公元883年才被平叛。14年的残酷战争，近50万人死亡。赞吉叛乱也因此成为了西亚历史记载的流血最多、破坏最大的一场起义。也是借由赞吉叛乱期间阿拔斯王朝的无暇他顾，本就在埃及具有事实上独立地位的图伦王朝，借此良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图伦王朝一时间甚至有了取代阿拔斯王朝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力量的势头。不过，随着能力卓越的图伦王朝建立者艾哈迈德伊本图伦的离世，在其之后的继任者昏庸无能的统治，盛极一时的图伦王朝很快就没落了。公元905年，穆塔米德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穆瓦法格的儿子穆塔迪德，趁图伦王朝衰竭之际，一举收复了埃及，将其重新置于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下。而富庶的埃及重归于帝国的掌控，它或许可以被视为阿拉伯帝国复兴的一个象征。但面对愈演愈烈的派系之争与地方叛乱，又或是中央集权的崩溃，阿拉伯帝国的复兴之路似乎依旧比想象中的要坎坷得多。在这个历史命运的岔路口，未来的阿拉伯帝国又将经历怎样的风云变幻呢？
如果说兴盛衰亡是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所有帝国都难以逃脱的一种宿命，那么在经历了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公元8世纪倭马亚王朝统治下阿拉伯帝国崛起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超级帝国，再到公元9世纪阿拔斯王朝历任哈里发以文韬武略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鼎盛状态，最后到公元10世纪内忧外患下帝国陷入的危机时刻，300多年的风云激荡，在将要踏入新千年的最后一个世纪，阿拉伯帝国已然也来到了这段旅程的最后一站。作为这个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中心支柱，穆塔迪德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些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无论是他通过提拔和控制一些波斯官员，削弱突厥人军事集团的影响力和权力，还是重新宣示了对埃及地区图伦王朝以及波斯地区萨法尔王朝的宗主地位。相比起他的一些前任统治时期的碌碌无为和受人摆布，穆塔迪德确实曾给这个江河日下的帝国带来了一些复兴的希望。但是宫廷中仍旧顽固且强势的突厥人对哈里发权势构成的威胁，以及因帝国财政上的困境难以有效对边缘地区进行的控制，继而导致这些地区出现的持续动荡。比如作为什叶派的一支，主张通过暴力手段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和财产的公有化，反对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以及阿拉伯半岛的社会阶层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卡尔马特派异端运动，使阿拉伯半岛出现的地方化、分散化的政治格局。这些一系列现实情况却依旧在警醒着穆塔迪德，阿拔斯王朝的未来依旧困难重重。而还没等穆塔迪德进一步为帝国的稳定做出努力，一场意外发生了。公元902年4月的一天，穆塔迪德在宫中突然离世，随后他的儿子穆克塔菲成为了新一任的哈里发。虽然在穆塔迪德的精心栽培下，穆克塔菲也不失为一位合格的统治者。他继承了其父的意志，延续了其父在位时期的诸多政策，也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这个时期帝国的稳定，比如重新合并了埃及和叙利亚地区。但遗憾的是，穆克塔菲的健康状况太过糟糕了。公元908年，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31岁的穆克塔菲的病情不仅已经严重到了让其失去了行动能力，更让其开始愈发的依赖一些重要官员的帮助。在病情严重到无法自己亲自指定继承人以后，在他的大臣们的操纵下，软弱更容易被操纵。年仅13岁的其弟穆克塔迪尔于穆克塔菲离世以后，被推上了哈里发之位。而作为宫廷阴谋的结果，年幼的对政务缺乏敏感和兴趣的穆克塔迪尔的上台，也标志着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复兴迎来了终结，一场新的危机时期就此拉开了序幕。穆克塔迪尔执政时期，无论是哈里发的权威还是中央集权，都加速走向崩溃了。尤其是以穆尼斯、穆扎法尔为首的一批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对帝国的稳定更是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奴隶出身的穆尼斯曾是穆塔迪德时期的一名军事高官，在穆克塔迪尔上台以后，穆尼斯因在一场宫廷政变中拯救了穆克塔迪尔，得到了后者与王太后的青睐，从而官升至了军队总司令的高位。能力出众的穆尼斯之后也没有让穆克塔迪尔失望，他不仅在公元915年和920年2次击退了作为北非主要政治力量的法蒂玛王朝对埃及的入侵，还在多起地方叛乱中注入公元914年的贾兹拉起义、公元927年的卡尔马特派的革命中，守护住了帝国的尊严。不过，也是因为在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中屡建战功，穆尼斯政治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让其野心也日益膨胀了。借由与哈里发和其文职官僚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大，穆尼斯在公元928年发动政变，废除了穆克塔迪尔，随后拥立了穆克塔迪尔同父异母的兄弟卡希尔为新一任的哈里发。虽然几天之后，穆克塔迪尔因各种原因又恢复了王位，但从可以随意废立哈里发这一行为上来看，足以证明穆尼斯当时在哈里发宫廷中的权势之大。公元931年，出于对穆尼斯的不满和其巨大权势的忌惮，在得到了足够的支持以后，穆克塔迪尔向这个帝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发起了挑战。公元932年，双方于巴格达城外爆发战争。此役，穆克塔迪尔不敌穆尼斯，在战斗中丧生。穆克塔迪尔的死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即自萨麦拉无政府时期以来，哈里发的权势再度衰落了，军事强人和利益集团重新成为可以左右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而对于一个以王权为基础的国家而言，这种变化无疑是对其根基的致命打击，它预示着阿拉伯帝国的秩序和统一将受到巨大冲击。穆克塔迪尔死后，在穆尼斯的操纵下，曾做了2日哈里发的卡希尔再度被推上了王位。
相较于其兄长柔弱、优柔寡断的性格，以及对宫廷内部的权臣和军事将领的依赖，卡希尔在历史上以残暴、无情和专制著称。上位后，卡希尔为了独揽大权，夺回本属于哈里发的权力，消除穆尼斯和其派系对政府的影响，他与穆尼斯的反对者们建立起了联系。公元933年，卡希尔突然发动袭击，将穆尼斯于宫廷中斩杀。而穆尼斯的死虽然确实让哈里发的权势得到了些许恢复，但卡希尔残暴的统治却为其之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隐患。据传卡希尔易怒且行为反常，他会拿着长矛在宫廷中四处走动，肆意处决那些惹怒他的人，这使得他的臣民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抵触。公元934年，在反对派的煽动下，哈里发卫队趁卡希尔酩酊大醉之际发动政变，将其囚禁。而后，卡希尔因拒绝退位给他的侄子拉迪，还被反对派弄瞎双眼，并从此开始了他极度凄惨的余生，直至公元950年才得以解脱。在混乱的宫廷之下，强势的卡希尔的下场仿佛是给他的继任者拉迪的一个警告。事实上，在野心勃勃的权臣的裹挟下，拉迪也确实沦为了一个傀儡统治者。在拉迪时期，中央政府除了苦于宫廷中的各种明争暗斗，地区日趋强烈的独立势头也时刻威胁这个帝国的稳定。公元935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从哈里发手中获得了伊赫什德的称号，意为王，建立起了世袭的伊赫什德王朝，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在贾兹拉这里的地方势力不仅逐步实现了独立，他们甚至还参与进了争夺阿拔斯王朝控制权的争斗当中。截至公元940年，也就是拉迪离世的这一年，实际控制范围大幅缩减的阿拔斯王朝仅能维持对伊拉克、部分叙利亚和约旦地区的有限控制。在拉迪之后的继任者是他的弟弟穆塔奇，在推选穆塔奇的会议中，足以证明哈里发的权势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在推选哈里发的会议上，一些地方总督甚至都没有亲自参与，仅派遣了自己的秘书来传达口信。穆塔奇在位4年不到的时间里，对日后阿拔斯王朝政局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一个事件，是见证了一个由波斯贵族建立的白翼王朝在帝国东部的快速崛起。白翼王朝借由控制着贾巴尔地区的齐亚尔王朝政权混乱之际，一举取代了这个王朝，并在之后对阿拔斯王朝形成了威胁。公元945年，如日中天的白翼王朝进军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沦为了其附庸。而后，时任哈里发穆斯塔克菲奉白翼王朝奠基人阿里伊本白翼为帝国大元帅，并赐予了他伊玛德道拉的称号，意为国家的支持者。在白翼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哈里发成为了象征性的存在，任由白翼王朝的统治者摆布。也是从这时开始，不仅哈里发们的世俗权威几乎荡然无存，其作为穆斯林世界名义上的领袖的声望更是急剧下降。而这些被废黜或是被折磨的哈里发们，其如今权势与地位的一落千丈，与100年前曾拥有巨大权力和至高地位形成的鲜明对比，不得不令人感叹历史轮回的神奇与残酷。白翼王朝的最著名的统治者阿杜德到来执政时期，白翼王朝国势达到了鼎盛。这个时期，不仅波斯、伊拉克等地区的小王朝纷纷向其称臣纳贡，在同样重视学术的阿杜德到来推崇下，白翼王朝的科学文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个时期，穆斯林们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甚至可以比肩哈伦拉希德统治的黄金时代。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在伟大的阿杜德到来于公元949年离世以后，借由白翼王朝内部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纷争，以及其与突厥人关系的恶化，白翼王朝的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055年，突厥人中的一支塞尔柱人建立的塞尔柱王朝攻入巴格达，罢黜了最后一位白翼王朝统治者，盛极一时，短暂成为过中东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白翼王朝就此寿终正寝。至于徒有虚名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则又被当作吉祥物似的被保留了下来。以强大军事力量著称的塞尔柱人，是中世纪重组了伊斯兰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入主巴格达以后，横冲直撞的塞尔柱骑兵又先后沉重地打击了法蒂玛王朝，攻占了阿勒颇，收复了麦加和麦地那。截至11世纪末，版图东起希尔河，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北至高加索地区，南至阿拉伯沿海的塞尔柱帝国，已然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了。不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强势统治以后，借由内部的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在苏丹马利克沙阿一世于公元1092年神秘死去以后，塞尔柱帝国迅速坠入了混乱状态。
各地军事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相互攻伐，帝国由此逐渐分裂成了若干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而面对塞尔柱帝国的分崩离析，时任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纳希尔看到了恢复哈里发昔日荣光的难得契机，于是纳希尔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运作。然而，他为恢复哈里发权势的努力，虽在短期内带来了些许成功，但一场灭顶之灾也因他的召唤就此快速逼近了。无论是传奇英雄萨拉丁在推翻了什叶派法蒂玛王朝以后，为了巩固逊尼派在伊斯兰世界的权威和统治，重新承认了阿拔斯王朝，还是作为塞尔柱帝国的附庸，面对塞尔柱的统治者马利克离世以后，诸子争位，地方群雄割据，分崩离析的塞尔柱苏丹政权。如此时局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纳希尔仿佛看到了可以脱离其前任们的悲惨命运，重新将哈里发的权势恢复到昔日主导地位的一个良机。与野心勃勃的花剌子模王朝建立起联盟，是纳希尔开始的第一次勇敢且重要的尝试。自塞尔柱帝国陷入混乱以来，曾作为塞尔柱帝国附庸的花剌子模王朝一直都在积极地蚕食着前者的领土，不断向南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1194年，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强势的花剌子模沙阿塔启士的带领下，花剌子模军队在历史名城哈马丹大败塞尔柱帝国的末代苏丹图格里尔三世，并将其首级送给了在巴格达的纳希尔。不过，随着塞尔柱帝国的终结，原先与之为敌的阿拔斯王朝与花剌子模王朝间的联盟关系也随之破裂了。纳希尔高估了自己作为哈里发的权威，低估了花剌子模王朝的野心。但纳希尔提出了希望塔启师将其夺取的地区，诸如波斯、伊拉克等地归还阿拔斯王朝。塔启师不仅对此回以拒绝，他之后更效仿塞尔柱人的先例，开始用自己苏丹的名义铸造钱币，意图重新掌握哈里发的世俗政权，只把名义上的权力留给纳希尔。在塔启师离世，继位的其子阿拉乌丁摩诃末在得知了纳希尔有意联合西辽夹击花剌子模以后，摩诃末决心彻底终结这个名存实亡的王朝，另立一个什叶派执政的哈里发政权。面对摩诃末准备废除自己的计划，纳希尔慌了神，于是他又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随后，发家于蒙古高原、快速崛起的蒙古人引起了纳希尔的注意。与其涉及的阿拉伯半岛的情况非常相似，穆罕默德的出现快速连接了原先松散且分裂的阿拉伯各氏族，继而创造了穆斯林的伟大征服传奇故事。公元13世纪的蒙古高原也出现了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铁木真。几十年的时间，铁木真或通过战争、联盟或政治斗争，逐步巩固和扩大了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并最终在公元1206年的忽里台大会上被推选为全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实现了蒙古的统一。在建立了大蒙古国以后，为满足蒙古内部对资源的需求，也为了蒙古国的进一步发展，成吉思汗而后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对外征服行动，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惊人军事成就。公元1209年，在蒙古人的武力威慑下，西夏被迫求和称臣。西夏的投降也标志着曾威胁着蒙古的西夏与金朝的联盟关系被打破了。而没了后顾之忧，蒙古人于是并开始起兵反抗自己曾经的宗主国金朝。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亲征金朝，迫使节节败退的金朝将都城从中都南迁至了汴京。公元1215年，蒙军攻陷中都，并成功占领了河北一带。不过，也是在金朝国势日退，蒙古国在东亚的势力愈发壮大之际，来自中亚的一起突发事件，却使得蒙军之后的重心开始向西方转移了，由此也引发了蒙古的第一次西征。公元1218年，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纳希尔的呼吁下，面对中亚强权花剌子模，成吉思汗为了考察这个国家，当然也出于与其建立友好贸易关系的需要，成吉思汗在这一年派遣了一支由450人组成的商队，带着500匹骆驼和来自东方的商品前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可是，当这支商队才刚到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奥特拉尔之时，却被贪财的当地统治者以间谍罪的名义全部处决了。当奥特拉尔悲剧传到成吉思汗那里时，成吉思汗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并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
随后，成吉思汗又派遣使者前往了花剌子模，抗议奥特拉尔总督的暴行，并要求将凶手交出来。不过，由于奥特拉尔总督的家族势力在花剌子模宫廷中颇具影响力，在权臣们的支持下，花剌子模沙阿摩诃末不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请求，甚至还处决了后者派来的正使，并羞辱性的剪掉了副使的胡子，送回给了成吉思汗。面对花剌子模这一蛮横无理的做法，忍无可忍的成吉思汗终于决定西征，讨伐花剌子模。公元1219年，在灭掉了西辽、扫清了西征道路上的障碍以后，成吉思汗牵率20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而当时的花剌子模虽号称有着40万的军队，但借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这支军队的力量却十分松散。面对蒙古大军的来袭，他们各自为战，分兵防守，而这并给到了蒙古人可乘之机，被其逐个击破。同年5月，奥特拉尔被攻陷，随后被夷为平地。次年2月，布哈拉沦陷，同时也被付之一炬。还未等布哈拉的烟火散去，愤怒的蒙古人又马不停蹄地向撒马尔罕奔袭而去。经过几天的围攻，撒马尔罕被攻克，蒙古人随后再次展开了大肆屠戮，沙阿摩诃末仓皇西逃。据传摩诃末之后逃亡到了里海的一个小岛上，并悲惨地死在了这里。公元1224年4月，花剌子模都城花剌子模城在经过了半年的顽强抵抗以后，最后还是沦陷了。随后，城中10万能工巧匠被掠走，妇女儿童沦为了奴隶。公元1231年，以花剌子模的末代君主摩诃末的儿子，抱着复国之梦，与蒙古人在波斯、伊拉克、高加索等地辗转作战的扎兰丁，于现今土耳其境内遇害为标志。国祚154年的花剌子模王朝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是在蒙古人带着满腔怒火横扫花剌子模王朝之际，幸存者们带着恐怖的记忆，把蒙古人的强大和其所过之处满目疮痍的残酷景象带向了欧亚大陆的其他角落，而闻风丧胆的各地居民也因此纷纷争先恐后地武装了起来，以期在蒙古人的铁蹄到来之前积蓄起足够的反抗力量。这些陷入恐慌之中的势力，当然也包括了阿拔斯王朝。在花剌子模的都城沦陷之后，阿里发纳希尔这才发现自己为对抗花剌子模而招来的势力，不是拯救阿拔斯王朝的救世主，而是足以颠覆整个伊斯兰世界政治格局的破坏神。当然了，此时的纳希尔已是风烛残年，对未来的事情他已经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大概就只剩为其子孙后代祈福了。作为纳希尔的继任者，于公元1225年上位的察希尔为了应对蒙古人，建立了一支还算强大的军队。不过，这支军队的创建并没有消除他对蒙古人的恐惧。察希尔短暂的统治期间，收获到最好的消息是成吉思汗结束了持续7年的第一次远征，回到了蒙古故土。无论是长期征战下领土的大幅扩展，需要制定更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先征服的领土的监督与治理政策，和需要重新修整的疲惫不堪的蒙古军队，以应对未来的战事，又或是长时间的在外征战，蒙古帝国内部出现的一系列需要由他亲自处理，诸如权力斗争、行政管理等问题，都是导致成吉思汗决定在这一年回撤的影响因素。而蒙古人的短暂离开，中亚看似回归到了一种平静状态，但实则只是暴风雨前的一场宁静而已。在幸运地躲过了蒙古人在公元1236年到公元1242年间主要针对东欧和中欧的广阔地区的征服行动以后，南亚和西亚地区的诸多政权还是在蒙古人的第3次西征中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公元1256年序列兀跨过阿姆河挺进波斯地区，到公元1259年，蒙古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艾因扎鲁特战役中败于埃及的马穆留克王朝。3年的征战，蒙古人摧毁了曾一度给中东诸多政权造成恐慌、盘踞在里海南岸山区的极端派别阿萨辛派，也终结了我们这期故事的主角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因为一方面未应序列兀之邀合击阿萨辛派，另一方面也因其拒绝明确地向蒙古帝国表示臣服的态度。公元1258年1月，蒙古大军包围了巴格达，在蒙古人猛烈的攻势下，巴格达沦陷了。即使阿拔斯王朝已经发出了投降的请求，但序列兀还是决定给予阿拔斯王朝之前傲慢态度的惩罚。同年2月10日，一个对于巴格达城所有人都十分不幸的日子，在序列兀的命令下，蒙古大军在城中展开了大屠杀。在蒙古大军大肆屠戮的1星期里，据传有少则10万，多则100万人遇害，大街小巷堆满了尸体，其散发的恶气甚至逼得蒙古军队被迫撤到了城外，可见巴格达城当时的惨烈程度。2月20日，以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穆斯塔随母归真为标志，历时500余年的阿拉伯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回顾阿拉伯帝国500多年的历史，从统一半岛到建立起一个令人瞩目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再到铸造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最后到悲惨的亡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阿拉伯最后的终结看似是毁于外敌之手，但究其根源，帝国内部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的内部矛盾才是真正摧毁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虽然在最初凝结起了曾相互厮杀的阿拉伯各氏族，但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生活习惯，在社会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南北阿拉伯人的隔阂从未消失。在此基础之上，围绕伊斯兰教宗教派系之争、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的矛盾、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比如波斯人、北非的白尔人等，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外族观念，这使他们从未真正意义上的服从于哈里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阿拉伯宫廷出现混乱，对地方的控制开始减弱，地区叛乱就会此起彼伏的爆发。源于内部的各种矛盾，犹如一种器质性疾病，早已为帝国的衰落埋下了隐患，而外族的入侵只是加速其崩溃的一个外部因素罢了。不过，作为第一个伊斯兰政权，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阿拉伯帝国虽然已经失败了，但回看伊斯兰黄金时代给全球带来的深远影响，俯瞰当今世界多达数十亿的穆斯林群体，数十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的存在，伊斯兰文明的征服，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已经获得了胜利？